穿越平行世界，潘虹成为一家倒闭狗场的老板，觉醒直播贱狗系统，开始了自己的另类贱狗生涯。并检测到宿主符合条件，系统奖励1，训狗知识大全；奖励2，偷听狗宠新生。系统任务：开启直播生涯，人气达到1万，奖励增肌壮骨配方狗粮。随着系统提示音过去，海量的训狗知识涌入潘虹的大脑。原来训狗是这么训的啊！狗子热了就给它扇扇风，狗子饿了就给它吃顿火龙果或者窝心饺。潘虹当即拿出手机开启了直播，很快就有人开启了连线。怎么了，美女？你的边牧有什么问题？它就是老睡觉，我就想问问为啥呀？说着，少妇推了推边牧，那边牧只是哼了哼鼻子，根本不醒。你看我推都推不醒，它为啥天天睡觉啊？很简单，因为它困。哈哈，这主播神经病吧？不过我喜欢。什么神经病？这明明是天才啊！楼上的，你出院。不是哥们，你真会训狗吗？你是个搞笑主播吧？那怎么才能叫醒它呢？简单，把它狗盆拿来，放上狗粮，立马就醒。少妇听话照做，再拿来狗盆，并将一袋狗粮倒入狗盆的一瞬，只见那只边牧直接弹射起身，猛地扑到了狗盆上，直接酷干饭。这一幕把直播间所有人都震惊了。我勒个干饭狗，吓死老子了！主播神医啊！在直播间网友一句句神医声中，潘虹却是看出了这只狗的不对劲，因为他的心中突然冒出那条边牧声音：啊，饿死我了！我他妈吃！对了，主播，我家这狗它还有一个毛病，不仅睡不醒，它还很护食，不信你看看。说着，少妇向前靠近狗盆，察觉到少妇的靠近，边牧当即一脸凶相，呲起尖牙，嘴中呜作响。卧槽，这狗这么凶啊！这眼神好像要把小姐姐给吃了。我是专业训犬师，这狗护食挺严重，得接受线下治疗，别瞎找这种网上的半吊子。小姐姐看到消息请联系我。我操，这个训犬师雨辰有30多万粉丝呢！专家来了，这才是正经训犬师。哈哈，直播训狗倒是挺有新意的。首先感谢雨辰的付费弹幕，但其次，请你不要在我的直播间打广告。再有这种情况，无论你花了多少钱，一律踢出直播间。这位同行，这只边牧明显就是应激，需要到宠物医院进行矫正。不服我们打个赌，如果你能线上把它治好，我为我刚刚说的话道歉；如果不能，就赶紧退出互联网。你敢接吗？好啊，哥们，我接了。我靠，真接了！雨辰可是被平台专业认证的训犬师啊！主播有骨气。作为养狗10年老兵，主播这波大意了，敢接下赌约，想必主播也是有点实力的。主播，你真能治好我家狗子的护食吗？实在不行就算了，我也是魔都的，正好带我家狗子去雨辰医生的宠物医院看看。老妹儿，听我的，咱别花那冤枉钱。你家狗子快吃完了，再给它添一碗。少妇虽然将信将疑，但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按潘虹的要求做。他将1勺狗粮倒入饭盆。过年了，然后呢？再添。还加？对，给它加满。直播连线贱狗，在潘虹的指挥下，美女足足往狗盆里加了8勺的狗粮，直接把狗子吃嗨了。主播这是什么疗法？食疗嘛？别把人家狗子给撑死了！果然是个半吊子，没活了就表演退网，误人子弟，大家不要学哦。吃速度慢下来了，看来是饱了。好了，姑娘，现在你去摸一下你家狗子的头。这不行吧？我怕。没事的，老妹儿，你轻轻的顺着它的毛摸。少妇壮着胆子向前挪了一小步，以往狗子吃食的时候，他只要靠近就会冲他龇牙。可现在，狗子只是瞥了他一眼，并没有表现出危险动作。少妇心中大喜，又挪了几步，随后伸出手来摸了摸他的毛。那边牧竟然真的毫无动作，和刚刚一脸凶相简直判若两狗。哇，主播，他好像真的不护食了。这算什么？来，老妹儿，你直接把他的狗盆拿开。没事儿，老妹不要怕，直接一个大飞脚把狗盆踢飞。少妇鼓了鼓勇气，一脚把狗盆踢到一边。边牧抬起头看向少妇，眼神清澈又愚蠢，毫无护食迹象。卧槽，发生了什么？这是换了一个狗吧？魔法，这一定是魔法。主播牛逼，我为我刚刚的傲慢道歉。我靠，这也行？不对，肯定哪里有蹊跷。主播，这狗子怎么突然听话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呀，好神奇！主播快讲讲。对呀，主播，我家狗子为什么突然不护食了？老妹儿啊，你家狗子没一点儿问题，问题出在你的身上。我的问题？我问你答，你一天给你家狗子喂多少粮啊？1天2次，1次1勺啊。不是姐们，你这一勺也就50克吧，成年边牧你一天就喂100克狗粮。不是姐们，你这一勺也就50克吧。原来钩子不是护食，是纯吃不饱啊。
吃又吃不饱，饿又饿不死，活着纯受罪。可是每天喂2勺，是当时狗市的狗贩子告诉我的呀。你买这边牧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小鼻嘎巴，现在人家都长成大小伙子了，你还按100克为啊？老妹儿，你咋寻思的呢？可是他以前就吃这么多啊。老妹，菜就多练，不会养狗就别养。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要是一直拿以前当现在，你怎么不拿你刚出生的时候对比啊？菜就多练，主播太有趣了，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在这里玩。粉了，主播嘴皮子太溜了。那个跟主播打赌的雨辰呢？快出来道歉啊！兄弟们不用找了，人早已经跑路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跟这种人一般见识，爱咋咋地。什么狗屁大博主，还魔都训犬师呢？真是玩不起，真是菜就多练，玩不起就别玩。咱们去冲了那个雨辰。因直播间人气达到1万，恭喜宿主超额完成热度任务，奖励增肌壮骨配方，系统任务更新。直播间人气达到2万，奖励狗粮加工厂1间。一个不留神就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新人主播直接干到人气1万，这网络宠物的市场还真不小啊！这简直就是一片未被开发的蓝海。潘虹重生平行世界，成为一家倒闭狗场的老板，觉醒直播建狗系统。老妹，你家狗有什么问题？我家狗子叫肉包，现在4个月大了。我听网上说3个月后是训狗的最佳时期，所以我就训它。但是现在都训了1个月了，还是训不好，握手、坐卧都不会，还经常拆家。妹子，它平时拆家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教育它的？就是口头教育呀，我可舍不得打它。口头？你怎么教育它的？给我演示一遍。肉包乖，听妈妈给你说，你今天下午是不是又拆家了？我床头的卫生纸是不是你给咬开的？拆家是不对的行为，知道了吗？你好好听话，妈妈给你拿零食吃哦。听到零食2个字，狗子瞬间就激动，一把扑到了小美的怀中。主播，你看到了吗？我平时就是这么教育它的。老妹儿，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它是一只狗，它不是个人？我知道呀，它就是狗啊。你知道，那太好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狗子是听不懂人话的呢？而且你是不是每次教训完都要给它吃的？对呀。你给它吃的干嘛？它非要。非要你给了？哎呀，它非要吗？我不给能怎么办？老妹儿啊，狗是听不懂人话的。就你刚刚那个训狗的方法，是在肯定它的拆家行为，你懂不懂？在他心中，拆家等于被骂，被骂等于奖励，所以等量代换，拆家就等于奖励。这下你知道为啥他屡教不改了吧？那我该怎么办？你没有跟我犟，说明你还有救。接下来我就手把手教你怎么训狗。来，现在下达做的口令：肉包做。老妹，他不听话，你就拿绳子顿他。这不会把他乐坏了吧？我可舍不得。这你的沙比吧，把宠物当自己叠了。不行了，我看不下去了，谁有酱鸭要给我来一个。我算是知道小区里为啥这么多贱狗了，原来都是被惯出来的。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空矿泉水瓶子。为啥？空矿泉水瓶震动大，声音响，轻敲一下还不疼。好的，主播。小美听话照做。刚开始那小柯基还是不听话，被小美蹦蹦敲了几次后，小柯基终于是坐了下来。哇，他能听懂我说话了。他能听懂个蛋儿啊，他只能听懂棍棒。现在他做对了，就立马给他奖励，给他个零食，再摸摸他的头。好的。真训好了啊，看似训狗，实则训人。一手萝卜一手大棒，主播真乃神医也。恭喜宿主直播间热度超过3万，获得狗粮加工厂1座。新的系统任务已更新，直播间热度超过6万，同时账号粉丝量超过10万，奖励奔驰大 G 1辆，银行账户到账100万。直播的终点是带货，有了自己的加工厂，才能把质量问题牢牢把控在自己的手中，不用担心翻车。潘虹想要下播去接收加工厂，一个网名叫烟花易冷的大哥突然刷了几个嘉年华，申请了连线。哎呀，我去大哥，你说你这是干啥呢？咱明天连麦不就行了吗？干嘛非得这么破费呢？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今天正好有兴致。大哥这话讲得深刻啊！既然大哥打赏这么多华子，是遇到了家里狗子的问题吗？你尽管说，我给你解决。第一，我不是这一行的，不太懂行情；二是我平时忙，也没时间训狗。老弟，我最近想养条狗，但是没时间训。咱们这样，你去狗市给我淘只狗来，在你的狗场训好了之后，再给我发过来。哦，我听明白了，合着你啥也不干，全让我给你干了啊！你咋这么舒坦的大哥？不是啊，老弟，当然不让你白干。这样吧，无论你多少钱买的狗，只要你给它训好，我都出10倍的价格把它买回来。大哥敞亮，这活我接了。大哥对狗子其他的要求吗？要一条看起来凶的，扎实有威严。大哥格调高啊！兄弟们，既然明天要去狗市给我烟花大哥淘狗，那不如这样吧，明天上
上午11点，咱们来一场户外直播，内容就是直播见狗。潘虹下播休息，直播训狗的视频被网友发到了网上，上了热门，一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系统任务。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新的系统任务已更新，直播间热度破10万，账号粉丝值达到30万，任务奖励鲜肉包配方，银行账户到账200万。没想到只是睡一觉就完成了任务。潘虹开着车去狗市，还没出村就遇到了村里的六子。六子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智商永远的留在了8岁，父母早亡，曾经在潘虹的狗场帮过一段时间的忙。红哥，你这车可真漂亮，带我溜2圈啊！六子，你现在没啥活吧？以后跟我回狗场吧，我给你饭吃。可是他们说你的狗场倒闭了。你听他们瞎吹吧！现在你红哥我搞直播老挣钱了，以后你就是我的原始股东，有我潘虹一口肉吃，就有你六子一口汤喝。上车。潘虹开着车来到狗市，刚买了3只金毛，就遇到了原主的小学同学李全。此人家里开着附近最大的狗场，同时还经营着多家狗肉馆。原主的狗场倒闭，李全趁火打劫，低价从潘虹手中买了不少狗。哟，这不是我红弟吗？你狗场不是都倒闭了吗？来狗市干嘛？还带个傻子？胡说，红哥的狗场没倒闭，马上就要重新开起来了。哈哈，说你是傻子你还不信？如果没倒闭，你又怎么会说重新开起来呢？得了吧，李全，初中都没毕业，你还玩上文字游戏了？你也就能跟六子耍嘴皮子了。好你个潘虹，你学历高有个屁用？你自己开那狗场都干倒闭了，不像我，随随便便就能继承我爸的狗场。学历或许没那么有用，但能力总是有用的。听说你爸给了你2家狗肉馆，结果不到半年全给干倒闭了。我可听说你爸你妈最近在积极备战，想再给你要个弟弟呢。你他妈说什么？潘虹的话句句直戳肺管子，李全顿时红温了，捏起拳头就要干架。不过对比了一下潘虹与他的体格，李全默默地放下了拳头。好啊，潘虹，几天不见，你长能耐了啊！我告诉你，今天有我在这儿，一条狗你也买不到。狗市又不是你家开的，老子想买就买，你管得着吗？潘虹说完，就从李全身边走过，来到了不远处的一个摊位。潘虹的无视令李全气得发狂，走上几步跟在了潘虹的身后。我靠，这什么人这么吊啊？富二代吗？哈哈，富二代个勾啊！他爸就是个开狗场的。老弟，狗给我挑好了吗？潘虹从笼子里拎起一只肥嘟嘟的小狗。燕总，你想要的狗我已经给你挑好了，高加索幼犬，这狗品相极好，而且性格稳定，绝对的温顺好狗。可以，相信你的眼光。小伙子行家啊，我这条狗。陈叔，这狗我看上了，4000块，我要了。我靠，怎么又是这小子？真恶心！这人要干嘛？想截胡烟总的狗？不要命了啊！老弟，不管多少钱，给我狠狠教训一下这孙子。燕总放心，我肯定好好收拾他。哟，这不是李少吗？李少，这只高加索至少得5000，不过既然你看上了，4000就拿走吧。待我向你爸问个好。没问题。李全，你知不知道先来后到的道理呀？这只狗是我先看上的。先来后到，你问问我陈叔，看他要不要把这只狗卖给你。老板，这只狗我是真心喜欢，这样吧，我出价1万把它买了，您看怎么样？这位顾客，我也知道你真心想买，但是不是你刚刚说多少？1个 W 买你这一条狗。果真吗？陈叔，你别被他给骗了，这人叫潘虹，前段时间狗场破产，就是穷逼一个，他哪有闲钱花1万块买条狗啊？陈老板，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我怎么骗你？这人真要花1万块买狗啊？怎么回事？我怎么闻到一股火药味？刚刚这人惹到了李全，李全放话说今天一条狗都不会让他拿走。不，这么看来，这李大少爷今天是要被打脸了呀！李全听到周围人的纷纷议论，直接被架了起来。为了自己的面子，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陈老汉，这只狗我出1万1，我出1万5，我出1550500。好啊，那我出2万。哈哈，主播秀啊！燕总答应以10倍的价格收狗，这下主播可赚翻了。主播好手段，那傻帽被当枪使了，他还不知道呢。你们看那傻帽被气的脸都绿了，2万块钱都拿不出来，还富二代呢，狠狠打他的脸。李全还敢再往上加吗？你说谁不敢？我知道了，你小子是在激我，想逼我往上加价。等把价格提上去了，你再拍屁股走人，让我多花钱。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往上加价了？那当然，我还能中你的计，我就不信今天你能把这2万块钱拿出来。重生训狗主播潘虹，他为了帮榜一大哥买一只好狗跟人抬价，将原本5001只的高加索幼犬抬到了2万。那人放弃后，潘虹直接扫码付款，买下了高加索幼犬。我靠，真的付了！真是人傻钱多啊！2万块钱都能把我摊子上的狗全卖完了。你那狗的品相能跟人陈老汉的比吗？那也不至于这么贵啊！难道就为了打李全的脸？老弟，你可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了。我老母亲生病在床，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啥也不说了。你以后想买狗，直接来找我陈老汉，
我给你打折。正好我还想淘一只颜值高点的狗，老板你这儿有没有？有，我这儿还有一只红陨石边牧，现在才2个月大。陈老汉将一只红陨石边牧递给潘红，潘红上下左右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性格也十分稳定。燕总，你看这只边牧怎么样？可以。好的，燕总，老板，这个我看上了，你看看多少钱合适？陈老汉，我出3万买这条红陨石边牧。潘红，你不是厉害吗？有种你就继续往上加，刚刚是我大意了，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吗？继续给我加啊！我出4万，我出5万、 6万、7万，我出7万。还是李少有实力，小弟甘拜下风，这条红陨石边牧就让给李少了。恭喜李少成功拿下红陨石边牧。完了，7万块钱买一条狗，我爸知道了会打死我的。7万块钱买一条狗，李少是真牛逼啊！恭喜了李少，要不要看看我的狗？我也有边牧，3万一条卖给你。陈老板，你还等什么呢？李少要花7万块买你这条狗，还不快快把你的收款码奉上？哎呦，感谢李少，感谢李少啊！嘿嘿，扫这里就行。哈哈，我敢打包票，他指定没钱。这下骑虎难下喽，有好戏看喽！李全他现在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时有人通知了他爸，他爸知道消息后，立刻打来了电话。李晨，你他妈花7万块钱就买了一条狗？爸，你听我解释。回答是还是不是？是。你现在立刻马上给老子滚回家！10分钟不滚到我面前，老子打断你的狗腿！哈哈，我就知道这小子就是个穷装货，这也太有节目效果了。主播牛逼！想起刚才那二傻子嚣张的模样，我就心情畅快。李少，你还没付钱呢。陈老板，把你的付款码给我吧，6万块钱，这狗我收了。哎，马上。付完款，潘红去接收了狗粮加工厂，就回家开始了直播训狗。这次连线的是一只叫肥波的阿拉斯加。2位，你们的狗有啥问题？它的问题可大了，主播你看我的手。我靠，这么猛，直接把主人都给干了，连主人都敢咬，这还有养它的必要吗？没错，这种建议直接送狗肉馆。大姐，你这挺严重的哈，他是护食还是咋地呀？他护食，但并不单纯护食，我感觉他就是纯神经病，整天看我俩的眼神跟看仇人一样。前段时间还给我老公的手臂咬伤了呢。这样吧，光听你说也没啥意思，你拿个什么棍子之类的去碰一下他，我看看他啥反应。男子从厨房取了一根擀面杖出来，就在擀面杖即将触碰到肥波脖子上的一瞬间，肥波一口咬住擀面杖，发出呜的咆哮。男子吓得一个趔趄，擀面杖当场落地。真猛啊！这咋整啊，主播？他还有救吗？这阿拉斯加是花了快1个 W 买来的，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给他安乐死了。别急，等会儿。痛，我好痛啊！我的脖子好痛啊，感觉要窒息，谁能来救救我啊？脖子痛，这俩狗主人不会虐狗吧？不过这2口子看着也不像这种人啊。重生训狗大师潘红在连线恶犬肥波时，潘红通过偷听狗子的心声，得知肥波的脖子剧痛且有窒息感。大姐，他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他小的时候还很听话的，但是他长大以后性格就变得越来越暴躁易怒了。这样啊，大姐，我看这肥波的脖子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你们检查一下，看他脖子上有没有伤口之类的。啊，老公，你去检查一下肥波的脖子。我哪敢呐！算了吧，主播，还是直接安乐算了。大哥，要不你把肥波发到我这里来，1周之内我保证给你训好。如果训不好，我1分钱不收，还免费送给你们一条我亲自训好的阿拉斯加幼崽，怎么样？同意，主播你也太良心了吧！主播，你这么干，让其他同行还怎么圈钱呢？哈哈，主播是要凭一己之力整顿整个宠物行业嘛？这么良心的主播，必须给他关注走一波了。说完，网友就一顿礼物输出，满屏礼物特效不断，尤其是烟总，一口气又刷了几10个嘉年华。还是玩网络挣钱呐，妥妥的时代红利了，属于是。直播间的家人们，我宣布，以后如果大家的狗子毛病比较大的，都可以在私信中联系我，把狗子发来狗场，我亲自线下给你们训。那宠物运费谁出？训不好的话，训犬费怎么算？运费我给你们垫上，训好了你们再给钱。训不好我分币不收，还免费送你们一只同品种的幼犬，你们觉得怎么样？我靠，对所有人都这么良心，爱了，业内良心啊！以后我就是主播的死忠粉了。宠物市场早就该整顿一下了，支持主播。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获得鲜肉包配方，银行到账200万。新的系统任务已更新，直播间热度破30万，账号粉丝突破50万。任务奖励：铜皮铁骨和人类顶级体术。铜皮铁骨，人类顶级体术，这是想让我称霸武林？潘红下播之后，
李全的父亲李建军打来了电话，原来他在听说潘红高价买的狗被人10倍买走之后，就想和潘红合作直播卖狗。为了表示诚意，他还让李全将以前低价收的潘红的狗给送回去。听说你前段时间卖给了李全几条狗，对吧？其中叫帅哥和暴龙的还活着，我已经让李全给你送回去了。暴龙明明是被偷狗贼偷走的，怎么会在李全手里？难道那个偷狗贼就是李全？你说你让李全给我送过来了？对呀，都2、3个小时了，这小子还没到吗？2、3个小时，李全那种睚眦必报的性格，刚在我这儿吃了亏，怎么可能乖乖送狗？我的狗要出事！六子，拿上家伙事儿，跟我走。咋了，红哥？跟哥去干仗。你叫帅哥是吧？真是潘红的忠犬呐！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听话，来啊，有种你就打死我！主人不要我了，我也早就不想活了。你个天杀的狗贩子！妈的，你们2个今天别想活着见到潘红了！完了，要死了！暴龙，咱们可是狗场里滚出来的，咱可别丢分啊，精神点。很快，李全就把水烧好了，拿着切菜刀来到了狗笼旁边。水马上就要开了，我先给你们脱个衣服吧。就在李全准备下手的时候，潘红开着车直接撞了进来。主人是主人，主人来救我们了。潘红，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我现在就让你亲眼看着我如何做了你的2条爱犬！我去你妈的！潘红，打人是犯法的，你不能打我！我特么是在阻止你犯法，请你吃火龙果。你说暴龙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狗肉馆中？是不是你偷的？别打了，潘哥，都是我的错，我该死！你别再打了！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疼了。这个时候，动保局的人员冲进了狗肉馆，将李全抓了起来。原来潘红为了保留证据，在来的路上开了直播，让网友们给自己作证，然后又给动保局打了电话，向他们举报李全是偷狗贼，自己要去救狗。你说你不认识潘红，你们2个是陌生人。警官，我太惨了啊！我本来在家好好的，喝点小酒，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这悍匪给劫了啊！警官啊，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人啊！停，不要叫我警官，我是动保局的。还有，视频上这个人是你吧？当老子年纪大不上网？这个，那他也不能打我啊！还开车撞我的狗肉馆，都是他的错啊！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要不是我开车撞进狗肉馆，并迅速将你制服，那我的狗岂不是已经进了你的肚子？而且我的西班牙獒是被偷狗贼偷走的，怎么到了你的狗肉馆中？局长，目前狗肉馆内共有12条狗，有几只与登记在我们信息库中的失踪宠物狗十分相似。就算我向偷狗贼买了狗，那潘红就有权利撞坏我的店面，倒打我一顿吗？要抓走我可以，潘红也得被抓走，我要告他。听到这话，潘红的心里还真咯噔了一下，自己直播事业刚起步，若是摊上了官司，对自己还是有不少影响的。然而就在这时，帅哥忽然叫了起来，一边叫一边往后院跑2步就回一次头。主人，跟我来，后面有东西。局长，这是我从小养到大的狗，它似乎在引导我们去后院。哦，后院难道有东西？众人跟着帅哥来到后院一个堆着杂物的房间，在一个破旧的水缸前，帅哥停下了脚步。这里面有东西。切，一个破水缸有什么好看的？这破地儿这么脏，我平时来都没来过。打开水缸的盖子，里面是2只熊掌和一对鹿茸。我的乖乖哟，你特么的偷猎野生动物啊！不，这不是我的啊，这真的不是我的啊，这是谁呀？谁把这些东西放我家水缸的？这不是诚心诬陷我吗？这带走，回局里说。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直播了出去，帮潘红吸了一波粉丝，还顺带着完成了任务。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奖励铜皮铁骨和人类顶级体术。新的系统任务已更新，累计驯服3条粉丝寄来的恶犬，奖励福特猛禽皮卡1辆，兽医技能1级。这就是铜皮铁骨和人类顶级体术吗？感觉很不错啊！帮助驯服3条粉丝寄来的恶犬，这不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吗？潘红刚要带狗子们回家，暴龙和帅哥却忽然朝一个方向走去，在一只瘸腿的小法斗面前停了下来。哟呵，他们3个好像认识，看起来关系还挺不错的样子。豆哥，你还活着，你竟然还活着，咱哥仨竟然都还活着，我太开心了。豆哥，这些天你是怎么活下来的？那天你为了我们俩去偷狗粮，我和暴龙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哎，一言难尽呐！你们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的主人救了我们，就是车子旁边站着的那个，他是个好人，他一定会收留你的。3狗交流了好一会儿，潘红通过心声得知，李全为了驯服这3只品相极好的狗子，经常不给他们饭吃。豆子曾在被囚禁期间，冒险偷狗粮给帅哥和暴龙吃，后来被李全发现，给打断了腿扔了出去。你跟帅哥和暴龙认识，是他们的朋友，哈哈，帅哥和暴龙的朋友，那自然也是我潘红的朋友。走吧，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家吧。潘红带着他们去了一家宠物诊所，
罗威纳和西班牙獒最近有些营养不良，在家好好休养休养就好了。不过这只小法斗的情况有些严重，后肢应该是完全瘫痪，无法恢复了。可惜了，为什么好狗就没有好报呢？我靠，差点忘了，下一个任务给的奖励不就是医术吗？现实世界的宠物医术治不了就算了，可系统给的医术未必就治不了豆子的下肢瘫痪啊！就在潘红带三狗回狗场休息时，拥有50万粉丝的短视频老博主北方狗王也学着潘红在进行训狗直播，只是他的在线观众竟然只有200多人。狗王恼羞成怒，宣称自己才是行业先驱，并造谣潘红买粉丝搞剧本，不是真正的训犬师。听说他明天要盘那个叫肥波的阿拉斯加，那就趁着那潘红直播训肥波的机会，我召集狗家军，咱们一起去揭露潘红的虚伪嘴脸。好，狗王为我政治训狗权不正之风，支持北方狗王。小弟和潘红一个地方的，离他的狗场也就1个小时的车程，不如我明天潜伏进潘红狗场，给咱们狗家军现场直播。好，那我就命你邢道荣为先锋大将军，所有狗家军听令，明天潘红开播，咱们也开播，大家随我一起揭露潘红的虚伪面容。第二天，潘红喂狗的时候，邢道荣翻墙跳进后院，然后掏出手机，开始和北方狗王直播连线。狗王，我现在就在潘红狗场里，这里是狗场的后院。大家看，狗场里一只狗都没有，这里根本就是一个假狗场，只是潘红用来拍视频的一个地方罢了。狗子们吃完饭，潘红正准备收拾狗盆，只是微微一个侧头，他就发现后院伸出了一个手机。谁在那里？随着一声暴喝，邢道荣被吓了一大跳，赶紧朝后逃去。帅哥，暴龙！此时，帅哥和暴龙也早已发现了异常。帅哥身形如同离弦之箭，2秒钟就追出了前院，暴龙紧随其后，很快就将人堵在了墙角。潘红来到后院，就见一个人浑身颤抖着贴在墙上，帅哥和暴龙龇牙咧嘴的将他逼在墙角，动弹不得。好啊，潘红，你敢放狗咬我？你可知道我是何人？那你是何人啊？哼，说出无名，吓汝一跳。我乃北方狗王头号粉丝，先锋将军邢道荣。神经病，帅哥暴龙！我的手机正在直播，现在直播间8000多人正在看着，这都是你犯罪的证据。你的意思是说你正在直播，直播间里有8000多人正在观看？没错，你怕了吧？也就是说，你刚刚不经过我的同意，强行擅闯我的民居，还偷拍我的隐私，这些犯罪事实都被你直播了出去，而且还有8000多个目击证人。废物！邢道荣，打开扬声器，让我亲自跟潘红对线。对，潘红，你牙尖嘴利，我不跟你说了，让狗王来和你对线。别墨迹了，赶紧把你的主人放出来吧。潘红，我今天来就是要打假你，我就不信你能把那条疯狗给训温顺了。好啊，既然你想在旁边看着，那就看着喽。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很简单，如果我今天把肥波给驯服了，你就消耗退网。好，若是你能把肥波训温顺，我直接消耗退网；若是你训不好，那你也退网。好。一会后，快递小哥就将肥波送了过来。潘红有些好奇地看着肥波，偷听了一下他的心声。好痛，好难受，为什么生活要扼住我的喉咙？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令狗窒息？我狗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哟呵，还是个哲学家啊！来新同事了吗？不是同事，来者不善。帅哥，这点子很硬啊，咱俩去跟他盘道。你一个就够了，我先回了。哎，帅哥，你平常不是最喜欢盘恶犬了吗？我现在喜欢睡觉，这就是我们平时的工作嘛。对的，豆哥，平时我和帅哥的主要工作有2个，一是维持狗场的治安，巡视狗场；第2个便是帮助主人驯服恶犬，打压这些恶犬的嚣张气焰。对付这些恶犬根本就不用心软，他们每条狗的身上都背负着案底呢。用人类的说法，他们都是重刑犯。明白了。潘红拿着脖套朝着肥波的脖子套去，谁料肥波直接一口咬住脖套，还左右的摆头撕咬。哟呵，你还挺硬。潘红发了狠，直接抓住肥波的嘴筒子，随后一个抱摔，就这么把他按在了地上。怎么着，服不服？肥波本来脖子就难受，现在又被按在了地上，直接抱起一口咬向潘红的大腿。潘红一个大跳躲了过去，暴龙见状连忙飞扑到潘红和肥波的中间，将潘红护在身后。暴龙的快速反应让潘红很是满意。然而更令他感到震惊的一幕是，豆子竟然跛着脚挪到了距离肥波不到半米的地方，冲着肥波就是一顿龇牙。肥波看着体型比自己还要硕大的暴龙有些怂了，但一转身看到地上竟然有个小比嘎冲自己龇牙，他当即就愣了一下，随后露出一个凶狠的表情。你他妈找死！肥波刚想去咬豆子，却被暴龙一个飞扑扑到了一边。潘红立马上前伸手按住肥波的脑袋。为什么都要这么对我？呼吸都已经很艰难了，生活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我怎么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或许这就是我的命吧。肥波不再挣扎，任由潘红触动着他脖梗处敏感的神经，然后
他就听到潘虹爆了一句粗口：“我操，这尼玛脖子上怎么绑着这么细的一根绳子啊？肥波的主人呢？赶紧来连麦，我搞清楚你家肥波脾气暴躁的原因了。”主播，肥波还能治好吗？要不你直接寄给我们一只阿拉斯加幼崽吧？怎么决定不养肥波了？对，不养了。好啊，那我可替肥波谢谢你们了。但是我今天必须让你们两个知道为啥肥波的脾气会那么暴躁。潘虹让六子把镜头对准了肥波的脖颈，只见肥波的脖颈处正勒着一根皮链，有一小段皮链甚至都深入到了肉里。肥波脖子上怎么有绳子？我不记得咱们给他绑过绳子。好像肥波还是个幼犬的时候，我给他绑过一次皮链。不是，你当年不会没给他解开吧？我给忘了。这事你也不能全怪我吧？肥波身上的毛长得太长了嘛，那皮链又细，绑在里面我怎么看得清呀？我靠，这也太他妈离谱了吧！逆天，肥波被这么细的绳子捆了3、4年，我要是肥波，我能咬死你俩！事情的真相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你俩不会养狗，把一只好好的阿拉斯加给养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潘虹将肥波脖子上的绳子剪断，肥波只感到脖颈处一阵松快，他好久都没有体验过的美妙感觉。谢谢你救了我，我的救命恩人，我的狗神！兄弟们，我们来测试一下肥波现在的状态。做，真棒！握手，真棒！拜年会不会？鉴定完毕，兄弟们，肥波一点问题都没有，纯的是主人不会养。潘虹把肥波领到一处干净的狗窝，肥波似乎心有灵犀，知道这是潘虹给他安排的新家，于是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左看右看，脸上都是欢喜。老弟，盘完肥波了，下一个该盘你了。看到潘虹朝自己看过来，邢道荣顿时心中一慌，撒腿就要往外跑，然而一转头却看到了暴龙在自己的身后。怎么打赌打输了就想要走啊？不是哥，今天的事情我错了，我跟你道歉，我跟全网道歉都成。只是道歉嘛，不要忘了你擅闯私人住宅，还偷拍了我的隐私。我就错在利欲熏心，对，我只是利欲熏心，被北方狗王，呸，是北方狗孙，被那个小人给骗了，这全是北方狗孙的错啊！北方狗王，按照赌约，我把肥波训好，你直接退网。现在是你履行约定的时候了。退网，潘虹，我根本就没输，这一切都是你的剧本。肥波就是你找来的演员，他其实不是狗，而是一个皮套，里面装着一个人在操控。就在北方狗王想要耍赖的时候，动保局的郭局长带着几人走进了狗场，还有一人手中拿着一本荣誉证书。郭局长，这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昨日由于你的举报，我局与警署支队联合办案，于今晨捣毁了全市最大的野生动物走私贩卖团伙，所以我们决定授予你荣誉市民的称号。来，这是证书。这位是刘志队长。刘队长好。小潘啊，这次多亏了你，以后遇到了什么问题，记得找警署解决。嘿，刘队，还真是巧了，今天早晨有个小毛贼非法跳进了我的狗场，还拿个手机到处乱拍，这个得按什么处理？哦，人抓到了吗？有什么证据证明吗？人就在这。至于证据，直播间几十万观众都是证人。还有，这毛贼并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个马前卒，后面还有幕后黑手。经过与刘队长和郭局长的简单交涉，邢道荣直接被抓走，而北方狗王、海原县警署也已经通知了当地的警署，尽快将其捉拿归案。暴龙将肥波的事情讲给帅哥听，帅哥听到肥波竟然敢咬潘虹的时候，非常生气。既然敢咬主人，我累了，接下来你来巡视吧。帅哥说完就去找肥波，要好好收拾他一顿。这特么你叫肥波啊？对呀，我就是肥波，你是谁？我是帅哥，是这个狗场的老三。老三？潘虹是老大，那暴龙就是老二喽？不，暴龙是老四。那老二是谁？老二是豆子。你说那个小皮嘎？哈哈，哥们儿，你别开玩笑了。他要是能当狗场的老二，那我以后就是你们的老大了。你应该叫豆哥，你刚刚差点咬了主人和豆哥是吧？嗨，都是误会，我当时不是被勒着吗？我问你，你是不是差点咬了主人和豆哥？是又怎么样？我跟他们道歉了，而且我也不是故意的，怎么你还想干我啊？豆哥过年好，豆哥过年好。潘虹回到狗场，肥波灰头土脸的朝自己扑了过来，一身脏兮兮的样子，脸上还满是委屈的表情。主人，有人欺负我，你这狗场里面有坏狗啊！是谁把你给打了？暴龙还是帅哥？我招谁惹谁了呀？我现在已经改好了，我在院子里扑着蝴蝶唱着歌，忽然就被一条黑狗给盘了，还拜了半小时的年，我好惨呐！拜年是什么鬼？黑狗是帅哥把你给盘了，你是不是惹帅哥了？然而潘虹可以偷听狗子的心声，狗子却无法理解潘虹的意思。肥波只是一味的诉苦，于是潘虹领着肥波就往后院走。只是帅哥因为怨恨潘虹将他卖给狗肉馆，一直不理潘虹，连一句心声都没有。潘虹只能按照狗场的规矩，先将他关在笼子里。
狗场内不允许随意打架，这点你是知道的。违反了规矩就要受罚，先关你1下午的禁闭。潘红回去看了看监控，发现帅哥把肥波干完之后，领着肥波去找了豆子。这件事儿还跟豆子有关，那去问问豆子。潘红来到地方，看到暴龙正在和豆子说话。豆哥，帅哥被主人关禁闭了，我去问他，他也不说。你知道咋回事不？知道，今天下午的10号，帅哥又把肥波揍了一顿，怪不得被关禁闭了。不过帅哥跟肥波没有什么恩怨吧？一定是有坏狗在中间挑拨。若是让我知道，我必定扒了他的皮。也不知道是谁告诉帅哥，今天肥波差点咬了主人和我。帅哥一生气，这才去盘了肥波。你知道是谁告诉帅哥的吗？今天天气挺不错的哈，非常适合浪迹天涯。再见了，豆哥，今天我就要远航。原来是暴龙这家伙的原因。了解事情的全部过程后，潘红把帅哥的笼子门打开，只是帅哥却不搭理潘红。你这狗气性怎么这么大？严格来说，并不是我把你给卖了，而是这副身体的原主人卖的你，而且他卖你也是被那个李全给忽悠的。算了，你又听不懂人话，你想气你就接着气吧。帅哥知道自己的错误，也很想向主人低头，但由于他从小到大傲娇的性格，却不允许他这样做。怀着这样的心理，帅哥纠结了一整天之后，起身走出了笼子，来到了潘红身边。哎，这就对了嘛！好香啊，好像是烤鸡和炸鱼，我也要吃。你也要吃？你现在赶过去，帅哥能把你给吃了。豆哥，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的实力啊？我会怕他。说完，暴龙往前走了2步，却一脚踩上了一个小水坑。哎呦我操，水太凉，我还是不去了。不是，帅哥，咱俩不都说清楚了吗？我真改好了哥，我现在真的不咬人了。以前我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条好狗。你在无缘无故的干我，等主人回来我可告状了。肥波转身想跑，却看到暴龙也走了过来。豆哥，你看他俩欺负我啊！没有，我们哥仨只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啥事啊？主人收养了你，跟那些幼犬不同，你现在已经是狗场正式的一份子，以后要在狗场生活到老的。所以作为新来的，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来就是帮你找到自己的位置的。那怎么找自己的位置？很简单，打赢暴龙，你就是狗场老4；打赢我，你就是狗场老3。豆哥的话，同时打赢我和暴龙，那你就是狗场老2。好了，现在你挑一个吧。这尼玛不还是要干我吗？这有啥区别啊？不如给我个痛快的。一直看我，难道你是要选我？不，没那回事儿哥。那就是选我喽。没有，我就想在狗场养老，我就老5就行。那要是再来1条狗呢？那我就老6。要是再来10条狗呢？那我就是老16。那好，以后我们2个恩怨从此一笔勾销，你就当你的老5就行了。不过很快就要是老6了，我刚刚见主人载着一个空笼子出门了，或许我们会见到一条新同事呢。哈士奇66在一个全是野狼贴画的环境下长大，从小就以为自己是一只狼王。潘红将他送到狗场后，留下直播手机就离开了这里。而66看着周围的小狗，还以为自己遇到了狼群。都是一些小狼，看来这里的狼王非我莫属了，这也太没有挑战性了，无趣。不过那个人类仆人竟然敢将我拴在这里，一点也没有我原本的仆人听话。等我挣脱了锁链，第一个找他算账。好了，都别说话了，我宣布一个事儿。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帅哥来了呢。那新来的哈士奇发什么神经病？咱们玩咱们的。小狗们没有理66，继续玩耍，直到2只小狗打闹到了他面前，被扑到了地上。你要干什么？你们刚刚实在是太吵了。作为一只狼，应该时刻保持冷血和警惕，这是我作为狼王教你们的第一课，都听明白了吗？那个，俺们是狗，俺们不是狼。然后狗场不让干仗，不然一会儿会挨凶的。你还是快点把他俩放了吧。我66大王，我会怕凶。看来你们这个狼群已经有狼王了，不过无所谓，你们把他叫来，就说我66大王要挑战他的狼王之位。如果他不敢来，那狼王就是我的了。这时，肥波追逐着一只蝴蝶来到了这里，66一爪子把蝴蝶拍在地上。你干嘛？你就是这里的老大了吧？我要挑战你，成为这里新的老大，懂？想当老大，去找帅哥和暴龙啊！找我老肥波干嘛？我肥波又不争不抢，只要你把我朋友放开，我的位置可以让给你坐。朋友，他们我已经放了。我是说你脚下的那只。66把爪子一抬，蝴蝶又飞了起来。肥波当即一脸欢快，蹦跶着追蝴蝶去了。不是哥们，你回来，我要挑战你啊！你认真一点行不行？不用了，我的位置让给你了。什么？你的意思是说狼王的位置你不要了，直接就让给我了？什么狼王啊？我是老5。哦，对了，现在老5是你了，我现在是老6，我肥波不争不抢。肥波继续追着蝴蝶，一不小心撞到了暴龙身上。老5干嘛呢？
四哥，我正要找你呢。找我干什么？觉得当老五太委屈，想挑战我当老四了？我没有，四哥，我现在已经是老六了。我把老五的位置让给了今天刚来的那条二哈，只不过他好像不是很满意的样子，说什么要当狼王，要当老大。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反正我是老六，我先去追蝴蝶了。听说你想当老大？没错，看来你就是这里的狼王了吧？骚年，想成为狼王，你得先打败我，打败我，你才有挑战狼王的机会。后半句六六没听懂，只听懂了想当狼王就得打败眼前这条大狼。于是他张开大嘴就朝着暴龙扑去，暴龙只是向上一跳，就直接将六六压了下去。怎么样，服了没？不服，我不服，肘打！哥，别打了，我服了，我服了，真的服了，真服了，真服了。好，江湖规矩，点到为止。虽然我现在还打不过你，但是我还会变强。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狼穷。不，你错了。什么意思？我不是什么狼王，我只是这个狗场的老四。你也不是什么老二，你是老五啊！不是，哥们，你这么强，竟然还只是老四？难道这里还有比你强的狼没有露面？有的兄弟，有的在潘洪狗场，像我这么强的，一共有4位。只要你能打败我们4个，当老大都是没有问题的。有体型比你小的吗？有的兄弟，有的那条叫帅哥的罗威纳犬的体型就和你差不多大。那如果我打败他，你就得直接臣服于我。是的。好，你能打败我，不过是占了体型的优势。我六六可是同重量级无敌的存在，你把他给我叫来，我要挑战他，狼王之位，今天非我莫属。你是说那只新来的二哈被你按在地上暴锤？对呀，你不信我能干得过他？我信你能干得过他，但是你说他未战就被你吓得挡下失禁，然后你一个动作还没碰着他，他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朝你跪地求饶，求求你不要再打他了。真的？然后他现在放狠话要来挑战我。是的，哥们，这对吗？这是真的。不过帅哥，那二哈看着扎武，实际上没多大斤两。一会儿啊，你别直接给人家干趴下，你得慢慢的等他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到极致，然后在他最自信的时候再击败他，这样他才能服气呢。懂，得哄着打呗。那带路吧，让我看看这二哈什么尿性。喂，听说你要挑战我？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阴谋手段击败的暴龙，不过现在你面对的对手是我，我不会给你任何偷奸耍滑的机会的。你受伤了，等你伤好了再来找我吧。哈，那不是伤，那是王身上的勋章。大块头，看好了，看我是如何击败你大哥的。六六发起攻击，帅哥先是配合着戏耍了一回六六，等六六使出最强攻击时，帅哥直接将六六甩飞了出去。这就是你的最强一击吗？你输了，我就这么败了？这就是真实的狼群吗？原来我在狼群里实力这么弱，你就是这里的狼王？不，我只是老三。按照传统，我该带你见见豆哥的。那2个都是谁？豆哥是哪个？诺，暴龙身边的那个就是豆哥，而狗场的老大就是我们的主人，也就是带你来的那个人类。你是说那个小不点儿，他特么的是老二？是的，不过你应该叫他豆哥。呵，开玩笑，那我若是击败他，岂不是就能取代他的位置？挑战豆哥的条件是同时击败我和暴龙2个，你确定要试试？他这么弱小，你们为什么屈居于他之下？难道我还比不上他吗？因为我们是过命的交情，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苟情世故。你那么执着于通过暴力当老大，不是一件好事儿。对了，你刚刚说带我来这里的那个人类是老大？没错，一个人类而已。若是我能直接击败潘洪，那不就直接成狼群的狼王了吗？六六挑战暴龙和帅哥的情景都被手机直播了出去。潘洪打开手机一看，直播间人数直接干到50多万，还以为自己进错了直播间。不是哥们，就一顿饭的功夫，这在线人数怎么都干到50多万了？没道理呀！狼王争霸赛结束了，6-62战2败，真是遗憾。遗憾啥呀？暴龙和帅哥那可是潘洪狗场的2大顶级战力，6-6输的不怨。什么狼王争霸赛？什么鬼东西？潘洪大概知道此刻直播间热度这么高的原因了，于是点击直播回放，3倍速播放。我说呢，这么多人原来是看狗子打架啊！嘿嘿，让我听听六六现在服气不服气？咬死潘洪！我要咬死潘洪！不是哥们，盘你的是暴龙和帅哥，跟我有啥关系啊？你特么咬死我干嘛？随后潘洪继续偷听六六的心声，一会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我是狗场的老大，就想取代我的位置是吧？好，看来你是又想挨盘了。你终于来了，人类仆人，只要击败你，我就是这里的狼王。哟呵，还挺嚣张的啊！假的，都是假的，这个世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强的那边才是自由。我要逃走，对，今晚就越狱。潘洪表情那么奇怪的看着我干嘛？狡猾的人类，我承认你很强，但今晚我就要远航，咱们再也不见。不是哥们，你特么都被轮番虐了3次了，
还认不清现实呢。你只是一条二哈，要是跑出去成为流浪狗，能活3月，我都算你牛逼。潘红去准备66的午饭，端着狗盆回来，却见66真的跑了。潘红赶紧去找，一会就在看见66半截身子卡在一个狗洞里。潘红连忙上前，一把66从洞里薅了出来。不是，你咋就这么犟呢？你是一条狗，出去之后只能流浪，流浪狗知道不？我要出去，我一定要逃出去。你那么想要阻拦我，说明墙外一定有自由。我66大王认定的事情，8匹马都拉不回来。既然如此，不让你亲自出去见识一下外面世界的残酷，你还真就不消停了。回去吃饭吧，吃饱了才有力气越狱。晚上，潘红在墙上放了一个梯子，又在66脖子上挂了个定位摄像头，然后就在房间里等着66越狱。建军哥，就是这儿。没错，这就是潘红的狗场。建军哥，咱们现在就上去干死他。我们这次是来求财的，不过他潘红把我儿子送进监狱，搞黄我所有生意，这笔账绝不能让他好过。哥，听说他直播几天就挣了几百万。对，干完这一票，从此吃喝不愁。这都是潘红欠咱们的，按计划行事。与此同时，一场精心策划的越狱也在悄然进行。哼，狡猾的人类，以为一根铁链和一堵墙就能困住我66大王？潘子，记住了，我66永远压你一头。虚假的世界永远困不住真实的狼王。我制定的越狱计划，一个人也别想发现。难不成又被潘子发现了？不，我一定要出去。痛死我了！怎么，潘红有防备？不是潘红，是一只二哈。二哈。另一边，潘红看着监控里成功越狱的66，缓缓扬起了嘴角。他打开手机上的定位软件，一个红点正在地图上快速移动。小样儿，还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潘红悄无声息地来到墙下，看都没看梯子，直接飞身而起，身影稳稳落在墙头。咦，刚刚好像踢到了什么软乎乎的东西。算了，追66要紧。他翻下墙头，疾驰而去。墙下，李建军3人一动不敢动。哥，刚那是潘红，那还等什么？上去干他！我以为他有防备，他有条子，他好像是去追那只哈士奇了。那咱们咋办？上车，给我追！自由的风，自由的空气，我66大王终于是出来了。正当66意气风发时，他发现了一户人家门口蹲坐着3只小黄狗。同类，太好了，我狼群的班底有了。66抬头挺胸，摆出将军视察的模样走了过去。奇险，一个个的没有精神，你们3个以后就是我的小跟班了，跟着我66大王混。你是谁呀？连我的王霸之气都感受不到吗？我是66大王。行了，你们作为狼崽子，跟着我的脚步走就行了。跟你走那不行，俺妈说了，俺们要在这里给主人看家，哪里都不许去。主人，你们竟然在给人类看家护院！就在这时，一只体型健硕的大黄狗从门内冲了出来。你是谁？在这里干嘛？你就是他们的母亲，是你让他们认人类做主人的。啊，你没有主人吗？当然没有。哦，那你就是一条流浪狗嘛，是不是饿了？我这有半个馒头。你才是狗，你全家都是狗。对呀，我们全家都是狗啊，你不也是吗？我不是狗，我是狼，是一匹骄傲的狼王。你们都被人类骗了，今天这3个孩子必须跟我走。听到66要抢孩子，大黄狗立刻摆出战斗姿态，并冲着天空响亮的吠叫了几声。没多久，四面八方涌出10几只土狗，乌压压的汇聚过来。兄弟们，他要蛊惑我们背叛主人。66眼见对方狗多势众，66一个急转身，撒丫子就跑。66啊66，你的狼王之路还长着呢。66的逃窜引发全村的狗叫，被惊醒的村民们纷纷冲出家门。村长，怎么回事？都小心点，前2天咱村刚被偷了几条狗，可能那几个天杀的偷狗贼又盯上咱了。哎，村长，你看那边那辆面包车，前2天咱村的狗子被偷，监控里面看的不就是一辆面包车上下来的3人干的吗？我靠，就是这辆面包车都拿上家伙事儿给我拦下来。一声令下，几10个村民扛着锄头木棍，怒气冲冲地朝面包车奔去。建军哥，这是咋地了？这群乡巴佬发什么神经呢？是不是干仗呢？这是要械斗的节奏啊！要不咱先停车，看会儿热闹。行，吃个瓜。等等，大哥，这个村儿，咱们是不是前2天来过啊？你别说，咱前2天偷的那几条狗，不就是搁这儿偷的吗？建军哥，他们不会冲咱们来的吧？不会呢，咱们就是路过，是有人，他们还能提前埋伏不成？话音未落，村民们就都冲了上来，将他们给暴打了一顿。可恶！本狼王找了一晚上，别说兔子，连颗野生狗粮都没找到。人类挪仆觅食不是很简单吗？他被香气吸引，很快锁定了一个偏僻位置独自吃早餐的老大爷。人类老登，就是你了。66悄悄靠近，忽然，一只白色田园犬冲他警惕地吠叫起来，叫声引起了老大爷的注意。
他看到狼狈的六六，非但没怕，反而乐呵呵的掰了块油条丢了过去。吃吧，快吃吧！饿极了的六六飞扑过去一口吞掉。然而他看向老头的眼神没有感激，反而是尊严被践踏的愤怒。我六六大王竟然接受了嗟来之食！人类，你是在施舍我吗？不许你伤害我的主人！又是一只认人类当主人的狼崽子，为了一个人类，你不要命了？六六无信邪，飞身扑上，两只狗瞬间撕咬在一起。这时老大爷抄起一根木棍给了六六一棍，六六感到腹部一阵剧痛，惨叫着跑开。他妈的，他们为啥要打俺们啊？俺们真的只是路过而已呀！太他妈的邪性了吧！别说了，干完了。后面还有2包方便面，我不干了。说好带我吃香的喝辣的，现在连泡面都没热水，我要屈自首。你疯了？咱们是偷捕野生动物，要判死刑的。建军哥，那你说咋办？我饿了还不简单？忘了咱仨都是手艺人吗？对呀，建军哥，我要吃狗肉火锅，变态辣的那种。咱前2天搞的那只2哈味道不错，这次我还要2哈。等哥给你看看我的手艺。可恶，为什么有人类的地方才有吃的？我的狼王梦，难道要向肚子屈服吗？哼，小子，这下知道墙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吧？还自由呢，还狼王呢，饭都吃不上。潘虹摇了摇头，觉得是时候出场了。忽然从旁边一个停着破旧面包车的胡同内传出几声包含着极度恐惧的幼犬叫声。听到声音，六六瞬间敏锐起来，犹豫片刻，向着胡同内走去。一进去就发现3个男人正围着一只不到1岁的小哈士奇。这只有点小吧，够你饱餐一顿的了。行了，快动手吧，我们赶时间。这3个人类浑身都散发着坏蛋的气息，潘虹跟他们一比都是圣母。他看向那只小哈士奇，发现竟与自己的模样颇为相似。难道我终于要收服第1只小弟了吗？哎呦我操！妈的，怎么又来一只？瘦子，给我宰了他！不用你说。大哥，咱们快跑吧！你不行，他们有3人呢。首先，你叫我大哥，我很开心，但以后要叫六六大王。其次，狼王不能说不行，我一个对他们3个，优势在我。卧槽，大哥，你这么牛逼吗？看到小哈士奇崇拜的目光，六六肾上腺素飙升，感觉自己就是无敌的战神。他嗷呜一声，再次冲了过去。可是一个绿色的网兜从天而降，将六六整个罩住。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吗？狡猾且恐怖。大哥，我来救你。小不点快跑！我狼王的遗志就由你来继承了。放开我家苗苗！你们3个可恶的偷狗贼！苗苗，你没事儿，太好了。妹子，这狗是你的，行，哥卖你个面子，带着你的狗走吧。不行，那只哈士奇也是我的，你们赶紧放开它，不然我就要报警了。他在救我。小姑娘，你是不是不知道俺们仨是干嘛的？我们可是杀人不眨眼，警察赶来也得10几分钟，而我们……他威胁的话还没说完，只听嗖的一声，一块石头不偏不倚地砸在胖子的嘴上。尼玛，我的牙，我的牙！话音刚落，又有石子呼啸而来，精准地砸在瘦高个和李建军的身上。哎呦我去，这尼玛炮弹啊，太他妈邪性了！快跑！谁在救我？大哥厉害，大哥威武，你把他们都赶跑了。少年，你经过了我的考验，我现在正式邀请你加入我的狼群，你愿意吗？啊，狼群？是的。不愿意。为什么？难道你不想驰骋草原，做一匹自由的狼吗？不想，我当然要跟我妈妈回家呀。难道你没妈妈？妈？什么是妈？就是刚刚救我们2个的那个人类呀。他给我饭吃，给我水喝，还陪我一起玩玩具，给我布置温暖的小窝。我最爱我的妈妈了。给你饭吃，给你水喝，还陪你玩，这难道不是仆人吗？什么仆人？如果没有我妈妈，我可能会是一只在街头上孤独流浪的流浪狗，被空气冻得瑟瑟发抖，连饭都没得吃，无依无靠，悲惨至极。小哈士奇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六六的心上。你说我们是狼是狗？我们当然是狗啊。或许我真的不是狼，我只是一条狗。狗应该怎么生活？我不懂，但我一定会和妈妈生活。大叔，这只哈士奇是你的狗吗？算是我的吧。我靠，潘虹都杀这儿来了。哎，不是哥们，我刚到啊。邪性，真他妈的邪性！建军哥，咱们不会是撞上倒霉鬼了吧？闭嘴，别给我整那套玄学的，容我给你们捋一捋。3人经过复盘，发现他们遇到的倒霉事都有同一只哈士奇的参与。我靠，咱们仨今晚被一只2哈耍成这样！妈的，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走，那只哈士奇跑不远，咱们现在就把它找出来活剐了。此刻的六六眼中透露出前所未有的清澈与迷茫，他甚至有些后悔，刚刚或许不该逃跑，就算被潘虹抓回去，也比现在饿着肚子流浪强。
建军哥，就是他，脖子上戴着个圆球。别废话，赶紧的把这哈士奇办了。我该结束了吗？3个人欺负一条狗，哥们传出去不怕丢人啊！潘红，他来救我了。潘红，你认识我？我特么化成灰都认识你。要不是你，我们哥仨会混得这么惨。我儿子李全不是你给弄进去的吗？哟，这不是建军叔吗？哎呦，我可找你好久了，警署那边悬赏了你3000块呢。你特么，建军哥，别跟他废话，咱们今天不就是要弄他吗？正好。说的也是，潘红，你自投罗网，就别怪我们哥仨不客气了。话音刚落，瘦子挥舞着捕狗套，一马当先冲了上来。六六见状，内心一紧，却看到潘红给了他一个自信的眼神。我一个打他们3个，优势在我。潘红扬起右手，一颗石子向着瘦子砸去。这不就是胡同里打跑偷狗贼的那个神秘人？难道你一直都在我的身后？不知为何，原本以为自己身后空无一人的六六，内心忽然有了一丝丝安全感。你是那个人，胡同里拿石头砸我们的人是你。你一直都跟着我们。我没有跟踪你们，我一直跟着的是六六，是你们自投罗网，非要抓我的狗，也算是恶有恶报了。看着潘红那自信的样子，胖子心理防线崩溃，吓得转身就跑。六六上，接下来该我们了。潘红，你装什么好人？我的半生家业都是你给毁的，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好过。你以为你扔个破石子就牛逼了？懂不懂什么叫时代变了？我问你，你这段时间搞直播挣了不少钱吧？我最近确实挣了不少钱，也就几百万吧。怎么了？潘红，我只要一扣扳机，你的小命可就没了。识相点啊，把钱都给我交出来，不然定叫你有来无回。面对致命的威胁，潘红不语，一步一步的朝两人靠近。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人吗？眼见潘红距离自己已经不到5米，李建军也忍不了了，直接扣动了扳机。只见潘红仿佛早已预判，直接扬起手掌，一巴掌将那只弩箭干脆利落的拍飞了出去。这一幕直接把他们给看傻了。忤尼玛，5米之内一根弩箭被人一巴掌拍飞了，这还是人吗？好狗！潘哥、潘爷，你不要把我送进局子啊！我给你磕头了，我举报。举报什么？他们2个原本是要绑架你的，这绳子就是为了绑架你而准备的。我说昨晚我上墙的时候，怎么感觉听到了一声惨呼呢？原来是你们在扒我的墙角啊！潘红，你牛逼，今天栽在你手里，老子认了。但你想把我们送进去的10年以上，不可能，我们一个也不会认。你笑什么？难不成你还录音了？潘红不语，转身从六六的脖子上取下那颗追踪器。我不仅录了音，我还录了像呢。刚刚胖子说的所有话，以及你们仨偷狗的画面，已经都被录了下来。对了，再给你们普个法，进了局子，第一个交代所有真相的，算是坦白从宽，说不定会减刑呢。半小时后，潘红将3人送到了警署门口，随后就带着六六回了狗场。潘子啊，你终于开播了。六六呢？六六训好了没？昨天被盘了3次，现在不会还想当狼王吧？哥们，我知道你们很急，但是你们先别急。关于昨晚的事情以及六六的现状，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六六他越狱了。此言一出，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然后潘红将六六昨晚的经历说了一遍，并称经过1夜的流浪，六六悟了，意识到自己只是一条狗。吹牛逼呢？六六大王绝对不会屈服。潘子压六六一头，我不信。你们还不信是吧？来，上六六！潘红对着镜头外一招手，一只哈士奇摇着尾巴小跑过来，眼神里满是清澈和愚蠢。我靠，这尼玛是六六！谁把我六六大王调成这样了？你的野性呢？这是我家六六，不可能吧？来，为了让你们更直观的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来测一测。六六坐，好狗，来握个手。最后终极考验测护时，潘红将狗盆放在地上，六六立刻低头猛吃。六六坐。卧槽，真不护食了，这是完完全全的改好了啊！主播真乃神医啊！再是华佗，感谢主播，真的感谢。没想到在有生之年，六六还能变得这么乖，大伙见奉上。至于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兄弟们，过程有点复杂。今晚或者明天，我会专门出个视频，给大家展示六六性情转变的全过程，敬请期待哈。还有想买狗的，后台私信我就可以，一口价我给你们发。说完，潘红直接关闭了直播，随后一看后台，只见私信按钮上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已经99家了。好家伙，这宠物市场确实大，供不应求了都，狗场也该多招点人了。狗场的规模越来越大，潘红将以前离开狗场的伙伴都叫了回来。
红哥，这次我可是打算和你大干一场的。你说我之前怎么就没想过把训狗和直播做网红联系起来呢？我要是早想到，是不是我也火了？当然有机会。这次回去，我们狗场的经营方式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旭子，你年轻，脑子活，到时候就负责与买狗人进行接洽，帮我处理咱们的线上业务，把咱的狗子卖到全国各地。这么说，连魔都和京都的人也可以买咱的狗？那是自然。潘子，那我们呢？俺们俩平时刷个抖音倒还行，让俺们干互联网上的事情，实在是干不了啊。哈哈，老叔你放心吧，旭子负责互联网的部分，那狗场的部分自然是交给你和大哥喽。哦，那感情好啊。帅哥，我想大哥和老叔了。我看你是想睡觉了吧？怎么可能？我同老叔情比金坚，我与大哥情同手足，怎么可能是觉得狗场活太多，想让他们帮我分担呢？要不你先睡会儿吧，我一只狗也够啊！尊嘟假嘟，哼，还想偷懒？你看看人家六六来的比你晚，现在都主动向我学习管理了。六六那是得了失心疯，成了跟你一样的工作狂。你看肥波，整天不是吃就是睡，多好。主人回来了。潘红带着几人走进院子，暴龙直接就懵了，眼睛瞪得溜圆。不会吧，老叔、大哥、旭哥都回来了。暴龙听到熟悉的呼唤，暴龙再也忍不住，眼含热泪的飞奔过去，猛地扑到老叔的怀里。我的暴龙啊，我还以为你被卖掉了呢，有没有想老叔啊？都回来了，老叔，你终于回来了，我真的不想干活了，以后狗场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什么？你说你想我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老叔我的。这是把老叔他们仨当成代替他工作的牛马了，这暴龙也太狗了吧！老叔啊，你别自我感动了，说不准他只是开心你可以代替他的工作呢。潘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与暴龙情比金坚，你不准玷污我和暴龙之间的感情。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我就不用干活了。乖乖哟，一狗场全是这样品相的狗子，太带派了啊，老弟。潘子，这得花多少钱啊？一下子买这么多，这得亏多少啊？不用担心，红哥现在是互联网卖狗大师，在网上卖狗已经供不应求了。句子说的没错，配狗的陈老汉你们知道吧？他的狗已经被我全包了，训好之后卖到大城市，价格能翻2、3番儿。什么？陈老汉的狗就这还能翻2、3番卖出去？所以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们做，我打算在明天开一场行业统一大会。我们有销路，但缺少优质的狗子。你们俩在这行干了这么多年，人脉肯定有，咱们一统江湖，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支持，我现在就去联系人。行，憨子，就按你说的办，这互联网的生意咱也跟着好好闯闯。第二天上午，县里养狗行业的头头目目几乎齐聚在狗场里，只是在谈到收益3、7分时，狗老板们都开始了犹豫。这收益还有3、7分啊？咱得好好想一想。能开辟出这样的销售渠道，潘老板确实是厉害。不过潘老板毕竟年轻，很多事情估计玩不明白。我提议应该让刘春和刘老板作为我们的代表，与潘老板签订合同，你们2个老板合伙干，这样我们才能安心呢。刘老板，您觉得怎么样啊？刘春和作为代表，那岂不是整合供货渠道的？从我一个变成了我和刘春和2个人，不行，绝对不行。刘春和刚想同意，就看到了2个领导走了过来。这2个人他都认识，一个是经管局的主任，另一个是县里书记所器重的秘书。看到他们2个竟然也来到了潘红的狗场，刘春和顿时知道该干什么了。咱们行业发展困难，现如今能够焕发第2春，多亏了潘老板。潘老板就是咱们行业的未来，我带头签合同。各位老板都跟我一样，都是爽快人。我在酒楼给大家安排了酒席，各位老板请移步吧。潘老板，久仰大名啊！黄书记去省里开会，不然他肯定会来见你的。不敢，应该我去见他。2位领导前来是来询问狗粮加工厂的事情吗？不错，你盘下了那家狗粮加工厂，为县里的扶贫事业做了贡献，值得表彰。哪里，我干狗粮加工厂也是为了赚钱，只不过顺便为家乡出一份力罢了。潘老板不用谦虚，你的狗粮加工厂，我派专业人士去考察过，质量很不错。你在互联网上的粉丝量很大，销量应该不成问题。我们预测你的那款狗粮一经上市，必然会供不应求。那是自然，我对我的产品有这个自信。所以以后你的狗粮加工厂会扩建，会招更多的工人，对吧？那是自然，如果狗粮供不应求，扩大产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是选址。你放心，选址的问题好解决，只要你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我县扶贫事业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我们甚至可以给你一些政策上的倾斜。潘红与2人又聊了很大一会儿，2人才离开了潘红的狗场。哥，那2人啥来头啊？你都有背景了，我俩以前咋不知道啊？这才哪到哪儿啊，兄弟，我们的事业这才刚刚开始。66认识到自己是一只狗后，狗场迎来了第3只恶犬。
一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柯基肉墩子。肉墩子，你先在狗场待一天，明天我就送你回家熬。这里就是训犬学校吗？有点简陋啊！这么多散养的恶犬，要是咬我可怎么办？不行，我得赶紧抱个大腿。就在肉墩子内心盘算时，六六迈着沉稳的步子，一脸审视地朝他走来。你是谁？因为什么来的狗场？这家伙狗高马大的，想必一定是这里的王。我叫肉墩子，初来此地，不懂规矩。我看大哥您英武不凡，有一种灰狼的感觉。您一定是这里的王吧？小弟第一眼就被您狼王一般的气质所吸引，您就收我为小弟吧。你不用装得这么真诚，我知道来到这个地方的狗，除了幼犬，没一个善茬。我很乖的，我也不知道主人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你为什么被送来，你自己心里清楚。总之，我建议你老实一点。六六半建议半恐吓的说完，便转身走开，留下肉墩子在风中凌乱。什么情况？这狗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完全不讲道理！我的演技竟然失效了。没过多久，暴龙走了过来。哟，新面孔，犯啥事儿进来的？哇，大哥你长得好健壮啊！你才是这里的狗王吧？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强大的狗，以后你就是我大哥，请收下我这个小弟吧。好说好说，认我当大哥，嘿嘿，那我以后也是当大哥的狗了。很好，我答应了，今后在这狗场，我罩着你。好的，大哥。那如果小弟被其他狗子欺负了，大哥是不是也要为我主持公道啊？那是自然，我暴龙在这片还是很有威望的。大哥，就是那边那条哈士奇，他刚刚非说我是一条恶犬，还吓唬我说以后必须听他的，否则就要咬我。暴龙信以为真，当即带着肉墩子气势汹汹地走向六六。怎么了？六六啊，以后肉墩子就是我的跟班小弟了，他新来的，你可不能欺负人家。你的跟班，暴龙，你别被这狗小子骗了，他刚刚还想认我当大哥呢。大哥，我对你当然是忠心的，他这是嫉妒，看大哥你有小弟了，心生嫉妒。肉墩子说的不错，六六就他这小体型，敢骗我吗？怎么看见我收了小弟，你眼红了？暴龙，你一定会后悔的。哇，大哥你好厉害啊！三言两语就把他弄走了。那是自然。好了，你先在这住下，有事去后院找我。暴龙离开后，肉墩子开始巡视自己的新地盘。他来到暴龙给他指的空狗窝前，刚一伸鼻子，就被一股复杂的味道熏得连连后退。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这种窝怎么睡？他嫌弃地走开，开始在狗社区溜达。很快，他盯上了一个相对干净的狗窝。喂，快起来！我肉墩子大王来了，以后这个窝就是我的了，听懂了吗？你是谁？凭什么占我的窝？哟，还是个瘸子呢！不搬走，我就把你打跑。既然这样，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跟我的几个弟弟说去吧。什么弟弟？就你这个小瘸子，还能有小弟？不过，如果你要是想当我的小弟，我或许可以考虑考虑。肉墩子呲着牙向前走，但是只往前走了2步，帅哥突然出现在身后，一爪子将他按倒在地。你是谁？为什么偷袭我？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快点把我放开！豆哥，你没事吧？没事，这柯基是新来的，表面装的乖巧，实则欺软怕硬。帅哥，你来教教他这里的规矩吧。好，被送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都是穷凶极恶的恶犬，你当然也不会例外。所以不用装了，我们都知道你是什么德行。什么？我的演技被识破了？你们合伙欺负我！我要告诉我大哥，你们等着。哦，你大哥是谁？说出他的名号，一定吓你们一跳。我大哥就是暴龙，识相的话就赶紧把我放了，给我赔礼道歉，还要让那小瘸子从我的窝里滚开，否则我大哥一定狠狠收拾你们。这时六六带着暴龙来到了这里，他要让暴龙亲眼看到这只柯基的真面目。暴龙看清院内的场景时，他直接懵逼了。暴龙大哥，你快看呐，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你可得给我主持公道啊！帅哥放开肉墩子，给了暴龙一个你自己的事自己处理的眼神。大哥，我刚走到这里，想跟这只小法斗友好的打个招呼，可他直接让我滚。我看他是个小瘸子可怜，想上去扶他一下，结果这只大黑狗就扑上来想咬我。哼，果然是头脑简单的傻大个，三言两语就上头了，等着被揍吧你们！二哥，误会，都是误会啊！我跟他不熟，我根本不认识他。二哥，你特么是他的小弟？道哥，我不过是看他嘴甜，谁知道他是个搬弄是非的狗啊！豆哥，如果他只诽谤我，那也就算了，毕竟豆哥你是知道我的，我是一只老实狗。但是我忍不了的是，他竟然还敢诽谤豆哥你。你特么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你长成这样，你是老实狗，我搞不懂你们狗场的关系了。肉墩子，你不用再巧舌如簧的搬弄是非了。豆哥是我亲大哥，他的腿就是为了我才瘸的，所以给我说实话，不然我要你好看。
大哥，我真的没有恶意，你要相信我，我只是作为你的小弟，想测试一下你在他们心中的威严罢了。好家伙，你还在狡辩，合着你做的缺德事儿都是为了我呗？你可真能给自己洗白呀！说你刚刚都干了什么？肉墩子眼珠子疯狂转动，却想不出任何开脱的借口。这时，他的余光瞥见了一旁的豆子。对了，擒贼先擒王，搞定这个小瘸子。豆哥啊，都怪小弟我有眼不识泰山，没认出您来。刚刚都是我的错，我肉墩子认错还不行吗？以后我肉墩子就是你的小弟，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让我追狗，我绝不撵鸡。哦，你真的愿意做我一个瘸子的小弟？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以后我就是您的小弟了，您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好，那就把你刚刚的所作所为原本的讲给大家听。什么？要我当众私下伪装，把那个不堪的自己展现在所有狗面前？不，绝对不可能！我干什么了？豆哥，我刚刚不是看你腿脚不方便，想搀扶一下你吗？可能我的方式有些不当，但我真的没有别的坏心思啊。你说完了，可就该我说了。你一上来就要霸占我的窝，看我是个瘸子，就对我百般蔑视，甚至最后还要对我动手。要不是帅哥及时赶到，我恐怕早就遭了你的毒手吧。肉墩子，你竟然敢对豆哥做这种事，我看你是真的不想活了。暴龙呲着牙就要给他一顿教训，却被豆子拦住。得了，暴龙，你这一口下去，他不死也得掉半条命，等主人收拾他就行了。就这样放过他了，好戏还在后头呢。狗场的另一边，潘红正在一处特意布置的房间内开启了直播。潘子这是干嘛呢？怎么布置起房间了？这是哪儿？狗场换地方了。兄弟们别急，刚刚我和肉墩子的主人好好交流了一下，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彻底剖析一下这只影帝狗的情况。首先，这肉墩子因为护食咬了它的主人，被送去训犬学校。什么？原来肉墩子咬过自己的主人？假的吧？这么可爱怎么会咬人？这肉墩子会装啊！他骗过了训犬师，很快被送回家。可到了家，他发现家里多了只比熊。为了独占资源，他又咬了家里的小主人，并成功嫁祸给了比熊。幸好小姐姐家里新装了监控，不然真被这肉墩子给骗了，所以他才被送到了我这里。卧槽，原来是这样啊！心机狗啊！细思极恐，这狗也太聪明了吧！兄弟们，看到我身后的布置了吗？这是完全仿照肉墩子主人家布置的。明天他主人的衣服也会被送来，咱们假装接他回家，让他误以为自己回了家。到时候肉墩子到底是什么状态，咱们一目了然。Hello 啊，兄弟们，这里是老叔，以后由我给大家直播狗场的日常。现在正好是饭点了，咱们一起来看狗子吃饭。咦，我怎么没有看到肉墩子过来吃饭呀？肉墩子呢？对啊，老叔，肉墩子怎么没来吃饭？不会是被欺负了吧？快去找找，别出事儿了。肉墩子没来。就在老叔准备去寻找时，后院处肉墩子脑袋缓缓地探了出来，他的眼神透露着胆怯，表情写满了委屈。肉墩子，你在这里干嘛？快过来吃饭。肉墩子，你现在还一副委屈的样子有什么用？所有的狗都知道你的真实面目了，你装给谁看？呵呵，我的真实面目确实被你们几个看穿了，但是狗场的主人是人，不是你们几条狗。只要那几个人类还以为我是一只乖狗狗，我就能很快离开这里。至于你们，就一辈子待在这儿吧。什么？你竟然还想继续诓骗主人？走之前，你们这些欺负过我的狗都要付出代价。暴龙被激怒，当即呲起獠牙，一副要动手的模样。这一幕正好落入了肉墩子的算计之中。他眼角的余光瞥见老叔正端着饭盆走来，就在这一刻，肉墩子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身体剧烈颤抖，一副被吓坏了的模样。怎么回事？暴龙对着肉墩子呲牙了！天哪，肉墩子不会是被霸凌了吧？什么情况？老叔将饭盆放在肉墩子面前，肉墩子却惊恐地用嘴拉着饭盆，躲到院子角落。我举报，肉墩子明显就是被孤立霸凌了。好可怜的肉墩子，潘子必须给个说法。潘子，你快过来看，那只叫肉墩子的柯基好像被咱们狗场的狗给孤立了。现在直播间一大堆网友要说法呢。肉墩子被孤立了，老叔你怎么看？我觉得事情有蹊跷，不仅仅是其他的狗，就连帅哥、暴龙、豆子都对他有敌意，连66他们都能接纳，没道理会无故排挤一只小柯基。老叔分析的没错，这狗能被主人送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它最厉害的就是装。之前训犬学校的老师都被他骗了。那也就是说，咱狗场的狗识破了他的真实面目。没错，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直播间网友情绪闹得凶，该怎么办？好多都是肉墩子的粉丝，
这简单，肉墩子有粉丝，难道帅哥暴龙他们就没有吗？看我操作！潘子，你终于来了，快管管你家的狗，他们把肉墩子霸凌了。老实狗就该受欺负，必须为肉墩子讨回公道。什么？肉墩子被欺负了？那是哪一条狗欺负了他？你们说出来，我一定替肉墩子讨回公道。就是暴龙，我们亲眼看见暴龙对肉墩子呲牙了。还有帅哥、六六和豆子，他们全都冷眼旁观，这就是默许霸凌。帅哥作为狗王不作为就是主犯，必须严惩。维护肉墩子怎么还魔怔了？开始黑我们帅哥了。帅哥忠心耿耿，从不是强凌弱，怎么可能霸凌新买的？说我们六六大王欺负狗，六六大军请求支援，就欺负了，怎么了？豆子是园区团宠，为了护主连命都不要，会欺负一只柯基，搞笑呢？直播间形势逆转，肉墩子的粉丝瞬间被帅哥、暴龙、六六的粉丝大军淹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可是暴龙呲牙是事实，录像都有。对啊，潘子，你说句话。潘红走到了几只狗旁边。主人，别信他，是他先装可怜骗我，然后仗势欺人。没错，他还想攻击豆哥，被我拦下了。一群傻狗，你们的狗叫难道主人能听得懂？等着被收拾吧！你放屁！看到了吗？当着潘子的面还敢呲牙，这就是赤裸裸的霸凌。答案已经很明显了，潘子出手吧！得了吧，真以为自己是拯救世界的圣母了？真以为为肉墩子发声，你们就是爱狗人士了？被一条狗耍得团团转，还好意思在这里咋呼？你们都被他伪善的表演给骗了。潘子，你骂我们干什么？有病吧？肉墩子是装的，他只是一条小狗啊！事实是最好的打脸。潘红不再废话，很快调出了今天下午的监控录像，直接投屏到直播间。兄弟们，真相我已经全部掌握，大家来看一段录像，就什么都知道了。监控画面让粉丝们看清了肉墩子的真面目，直播间的粉丝彻底被引爆。那些给肉墩子洗地的圣母呢？出来走两步，脸疼吗？就在直播间舆论彻底反转，所有人都在声讨肉墩子时，肉墩子的女主人开启了连麦。谢谢潘哥给我机会，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但你们现在一定都在这个直播间。从今天中午开始，就有人私信攻击我，不仅辱骂我，还通过我的账号找到了我的家人朋友，我的家人朋友都受到了骚扰，这是赤裸裸的网暴，我已经报案了。什么？为了条狗网暴人家主人全家，这帮人疯了吧？摊上这种恶犬，主人才是最可怜的。支持小姐姐报警，肯定是之前叫的最欢的那帮极端动保，必须严惩。谢谢大家能够相信我，能够认清肉墩子是一条恶犬。为了自证我的清白，肉墩子我不要了，以后就留在潘红的狗场里面了。我现在就把肉墩子以前咬人的监控录像放出来。一段监控视频出现在直播画面上，内容是肉墩子咬人后还嫁祸给别的小狗。兄弟们，真相大白了，多的话不说了，今天直播就到这，大家想看的明天全都会有。潘子，这就关了，几十万人看着呢。老叔，这就是网络，他们现在情绪上头，就想看我立马揍肉墩子一顿。可我真在镜头前动手，马上就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那就这么算了？怎么可能？好戏才刚开始。潘红径直走到肉墩子身旁。肉墩子啊，今天可真是受苦了啊！都怪他们欺负新来的。哼，这个蠢人终于被我的演技征服了。还有你们几个，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为什么要欺负肉墩子？再有下次都别吃饭了。豆哥，主人这不像是在训斥咱们吧？没错，主人这种口气一定不是在训斥咱们，更像是在装样子。装样子？主人为啥要装样子？演给谁看？自然是演给肉墩子看。主人已经看清了肉墩子的真实面目，假意训斥我们，实则是在放松肉墩子的警惕，然后彻底揭穿肉墩子的真实面目。不愧是主人，既然这肉墩子演戏骗我们，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也演戏骗他呢？正好报我之前的仇。都是因为你，主人才误会我们，我早晚咬了你。怎么样？我就诬陷你们了，怎么样？你打我撒！我告诉你们，有我肉墩子在，你们别想有一天的好日子。尽情的演吧，明天我会给你搭一个更大的舞台，让你原形毕露。第二天清晨，潘红准时打开了直播。兄弟们，今天万事俱备，咱们马上就要揭露肉墩子的全部面目了。等了一晚上了，潘哥搞快点，期待看到心机狗被揭穿的表情。肉墩子，我马上带你回家。回家？这个蠢人终于要放我走了。回家，回家，马上就送你回家。老叔，把箱子拿过来。老叔心领神会，立刻拿来一个宠物航空箱。肉墩子认得这个箱子，当初就是用它被运来的。就是这个箱子，只要进去再出来，我就到家了。太好了，这苦日子终于到头了。不等潘红动手，肉墩子自己就兴奋地钻进了箱子里。老叔开着车在外面转了一圈，就把车开回了狗场，然后将宠物航空箱放到了提前准备好的房间。
房间里装着摄像头，几十万观众通过摄像头看着肉墩子。我真的回家了，哈哈，欢迎影帝回家。他真的信了，潘哥牛逼，这不警觉了。就在这时，肉墩子鼻子一动，嗅到了一个让他瞬间愤怒的味道，是那个女人的味道，就是她把我送走的。他循着味道看去，只见床上一个人盖着被子正在熟睡。就是你，为了那只比熊把我抛弃，去死吧！肉墩子朝床上那人的大腿扑了过去，然而一口下去，没有熟悉的血肉触感。这什么情况？突然床上的被子被掀开，被子下面竟然是潘虹，他正看着肉墩子。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杀到我家来了？不对。肉墩子看了一眼床上被咬了一口的假女主人，又看了一眼潘虹，坏了，中计了！他拔腿就跑，一头冲出卧室门。然而门外不是熟悉的客厅，而是狗场的大院。帅哥、暴龙等一群狗正围成一圈，冷冷地看着他。我不是回家了吗？怎么还在狗场？难道我从来就没离开过？肉墩子，别装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只什么样的狗了。不，我不喜欢这里，你们合伙骗我！我要回家，我要咬死你！肉墩子扑向潘虹，却被潘虹一脚踢飞，重重地摔在地上。这一次他彻底懵了，趴在地上半天没动。好了，现在的肉墩子，我看是病好了。卧槽，这一脚太帅了，解气！刚刚还跟个疯狗一样，现在老实了。那么现在咱们给他测一测护食，看看现在是怎么个事儿。潘虹将狗盆放在肉墩子面前，被一脚踹猛的肉墩子此刻脑子已经停止思考，看到狗盆立刻埋头就吃。呵，吃的挺香啊！潘虹猛地一个大飞脚，将狗盆远远踢飞。肉墩子嗷呜一声冲着潘虹飞扑而来，但飞到一半就被潘虹掐住了脖子。兄弟们，这下好了，演都不演了。天气热，狗内心也躁动，我来给它扇扇风，降降温。3轮测试之后，潘虹直接将狗盆从他嘴边拿走。肉墩子一动不动。你们看好了，神医主播真是神医啊！解气，骗了我们这么多天，就该这么治。爽！肉墩子还想诬陷我家暴龙，这就是下场。系统任务还没有完成，看来他只是怕了，心没服。就在潘虹准备下播时，潘虹的二大爷打来了电话。喂，二大爷啊，对，我是潘虹。啥？有恶犬？新活来了，刚盘完肉墩子，节目效果又来了，二大爷能处。大狗，站起来，快比人高。是啊，好像叫什么高加索。高加索，具体什么情况？犯了什么事要送我这来？咬了2个人，把俺们村长和他闺女全给咬了，把2个主人都给咬了，这妥妥的战犯啊！卧槽，高加索，熊犬啊，比肥波和66都猛，直接咬主人。本来有2只，一只公的咬人后被当场打死了，就剩下这只母的也参与了咬人。现在村长住院，没人敢处理他，你不收我们就扔狗肉馆了。收，当然收。高加索母的排行老2，就叫他高加索二妞吧。二大爷，我现在就出发接他去。潘哥，就是他了。这家伙别看只是一只母狗，发起疯来比一个壮年男人都难搞。我们4个人拿着棍子铁锹，才堪堪把他给压制住。这狗有点意思啊。潘哥，要我们帮忙把他装笼子吗？不用，你们先退后，我先压一压他的嚣张气焰。这个人类在挑衅我，你完了。这一招叫窝心脚。怎么可能？这个人类的力量不对，他只是投机取巧。我看到了什么？他把他扛起来摔了，名场面，绝对的名场面。二妞被摔得七荤八素，他看向潘虹的眼神也变成了畏惧和臣服。喂，新来的，我叫肉墩子，你可以叫我肉墩子大王。刚来这个地方还不熟悉吧？没关系，只要你认我当大哥，以后大哥罩着你。滚！信不信我出去之后弄死你啊？你这种我一口一个信不信。你有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啊？你是个新来的，能给你饭吃就不错了。若是认我当大哥，以后顿顿少不了你的。你一直都是这么勇敢的吗？想让我认你这个小不点儿当大哥，没门儿！你是个新来的，新来的会被欺负的。你不认我当大哥，以后的日子有你好受的。滚！那好吧，把我的饭盆放下。等你什么时候认我肉墩子大王当老大，我再把狗盆给你。你等着，你给我等着，我出去了第一个咬死你。老叔，把阿牛放出来吧，看着太可怜了。对啊，他就是被拴久了才性情大变的，跟肥波一样，放开就好了。兄弟们，听我解释，这二妞是烈性犬，从小养成的暴躁习惯，不能随便松开的，万一发狂乱咬怎么办？老叔，你这都是土办法了。你看潘虹训狗，2、3天就搞定。就是菜就多练，不行让潘子来啊。什么叫我不行？潘子都是我教出来的。好，既然兄弟们想看，那老叔我就给你们放开二妞，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专业。我自由了，为什么我过去要被拴着过那种日子？都是那些人，我恨他们。滔天的恨意涌上心头，
但潘虹那强悍的身影又浮现眼前，让他不敢对人类发作。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叼着饭盆大摇大摆走来的肉墩子。干不过人类，我还干不过你这只贱狗吗？二妞速度冲向肉墩子，肉墩子毫无反应，被一口精准锁喉。我要死了吗？好突然！如果我没有学会演戏装乖，如果我赶走柴犬后没有嫁祸给小比熊，为什么我非要霸占主人全部的爱呢？我想通了，可我也该死了。与此同时，正在准备直播的潘虹动作一顿。恭喜宿主成功驯服3只恶犬，完成系统任务，奖励福特猛禽皮卡1辆，获得技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任务完成了，肉墩子转性了。盘子，你快看看，出事儿了！二妞把肉墩子给咬死了。潘虹连忙上前接过肉墩子，发现还有呼吸，还有气就好，只要别死了，超过30秒都能活。潘子，快送医院，再晚就真没救了。不急，老叔，你没发现咱院子里多了辆新车吗？还真是啊，在哪儿买的？旧的呢？旧的放车库了。哎呀，盘子，你在说些什么呢？肉墩子快不行了，趁现在还有气儿，赶紧送医院。那是开大 G 还是开猛禽？好冷，好痛啊！不过应该马上就不痛了。如果还能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怀里的肉墩子仿佛咽下最后一口气，头一歪，彻底不动了，体温开始迅速变冷。啊，不好，完了，肉墩子死了，都怪我，都怪我，我不该把二妞给撒开的，是我害死了肉墩子。就是现在，起死回生。我没死，这是在做梦吗？我竟然没死，是主人，是他救了我。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能成为一条好狗。老叔，潘子，你不用说了，都是因为我中了网友的激将法，酿成了大错。我还是走吧，马上就打包行李回家。老叔仿佛下了莫大的决心，抹干眼泪，起身就向自己的卧房走去。那个老叔，要不然你回一下头呢？别说了，潘子，我没脸见你啊。不是老叔，你真得回一下头。不了，我的职业生涯已经毁了。你把肉墩子好好安葬，我就安心了。行吧，老叔，那我把工钱给你结清。老叔顿时回头，然后他看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幕。不是，这怎么？肉墩子真活了啊！那二妞张那么大口咬上去，它怎么就活了？潘子，这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我最近略学了点医术。医术起死回生啊！老叔啊，你是被网友们给影响了。人在慌张的时候就容易放大内心的恐惧。你下意识认为肉墩子伤得很重，而且二妞早就虚脱了，那一口看着唬人，其实不重。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哈。那我得赶紧去直播间解释解释。不用急，盘子，刚刚直播虽然没拍到，但大家肯定都听到了声音。要是不解释，我怕有人来黑你。没错，他们肯定在到处找我们的破绽。那还不赶紧解释？老叔，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他们一直在暗处，我心里不踏实。我就是要故意卖一个破绽，把他们都给逼出来，我们再一网打尽。这叫引蛇出洞，十面埋伏。潘子，你现在不研究训狗改毒兵法了？顺手的事。二妞咬伤肉墩子之后，一个叫小动物之家的组织盯上了潘虹。他们借着二妞咬肉墩子的事情，开始抹黑潘虹。潘子啊，你终于来了！肉墩子到底咋地了？你快给我们说说啊！潘虹无视评论区里大量带节奏的水军，缓缓将直播画面移到了另一边。画面中，二妞被关在铁笼里，肉墩子一动不动地躺着。兄弟们，二妞把肉墩子给咬了！我去，肉墩子真没了！不会吧？弄了半天，人家小动物之家说的是真的。潘子道歉，赶紧和小动物之家的连麦，诚恳道歉。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将老叔如何被网友私信谩骂，不堪压力才松开绳子的事娓娓道来。然后二妞就在院子里溜达，最后看见了肉墩子，一口下去就把肉墩子给哄睡着了。肉墩子，别睡了，快起来直播了！肉墩子站起来，摇着屁股围着潘虹走了2圈，模样乖巧。神他妈哄睡着，不就是？哎，我去，真是睡着了啊！诈尸了，刚刚连个气都不喘。是的，肉墩子并没有死。幸亏啊，二妞咬的是肉墩子，它皮糙肉厚，相当于自带了一个脖套。至于浑身抽搐，我觉得是他演的。潘虹接着放出了一段监控录像，监控画面十分高清，清晰地记录了肉墩子如何主动挑衅、抢走二妞饭盆的全过程。我靠，这肉墩子也太欠揍了吧！欺负新来的是吧？活该被咬。刚刚我还在祈祷肉墩子别死，现在我改变看法了，建议再咬一次。这个肉墩子在家惯得太狠，以为自己不会死。可是经过这一次，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只有一条狗命，没了可就真没了。肉墩子转圈，肉墩子立刻转了2圈，坐下握手。肉墩子乖巧坐好。兄弟们，他已经好了。潘子，肉墩子可是传奇耐眼王，园区奥斯卡啊！
对你可别被他骗了，说不定他现在还是在演呢。大家的担忧我都看到了，但是现在的肉墩子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主人已经不要他了，以后园区就是他的家，他想演那就让他演呗，演一辈子，反正他又回不去了。对呀，无论真假，他都再也回不去了。君子论迹不论心，反正他也回不去了，装乖也无所谓。恭喜园区喜迎新英雄，小动物之家也该揭露揭露你做过的阿杂事了。好了，兄弟们，该解释的都解释完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没有解决。还有啥事啊？不会要下播吧？别啊，潘子。没有解决完的就是3番2次挑衅造谣我的某个组织小动物之家。支持潘子，硬刚到底，早就看他们不爽了。怎么还有给骗子组织洗地的？脸都被打肿了。我们不是水军，我们只是觉得小动物之家太爱动物了而已。对，潘红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报情况，让我们这些爱国人士干着急？他也有错。首先，肉墩子现在是我的私人财产，我没有在网络上实时播报他的义务。小动物之家的粉丝，我知道你们捐了不少钱，所以才无脑拥护他们。来吧，睁大你们的眼，好好看看这些人拿着你们的钱都做了什么好事。潘红打开了收集好的视频，这是2个月前发生的事情。一只猫被困在废弃楼房，小动物之家介入，开启网络募捐，最终小猫获救，看似皆大欢喜。然而，你们发现小猫后，为什么不马上救援，而是任由它在上面挨饿，开启了长达1个月的募捐？小动物之家的人呐，如果你们能回答我的疑问，欢迎前来连麦。完了，我这么多年的基业，生死存亡的时刻，只能用那张牌了。喂，张叔，有什么事情吗？小蔡啊，咱们原本制定的曝光计划，现在估计实施不了了。什么？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说，我来解决。一个网红，就因为一个玩狗的网红，你经营多年的小动物之家就要全军覆没？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小蔡啊，阿波，蔡总，蔡大明星，这个潘红不是一般人，全网粉丝400多万，他要是把我们名声搞臭了，那我们之间的合作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靠卖丑博关注的网红而已，也敢跟我斗？本来想着我的新剧播出那天再公布我动物保护大使的身份的，既然这样，那就今天公布吧。好的，蔡大明星，我这就去安排。半个小时后，蔡天佑的明星账号突然开启了直播，他开始召集自己的粉丝围攻潘红的直播间。这就是那个污蔑我家哥哥的网红吗？一个小网红，你好大的胆子，你惹到不该惹的人了。哥哥，潘总，情况不对，一个叫蔡天佑的明星公开站台小动物之家，他粉丝脑子不大清醒，肯定会无脑冲击和举报直播间，你还是暂且关闭直播，躲躲风头吧。原来是这样，想靠明星的无脑粉丝硬生生把我逼退，确实无理，但也确实愚蠢。我说怎么直播间突然来了这么多无脑网友？原来是某位哥哥的粉丝啊！我刚刚提出的问题，你们是一个也不回答啊！到底是哪一位竟然敢给小动物之家这样劣迹斑斑的组织站台？来，站出来，让我潘红会一会他。哥哥，那个潘红不识抬举啊，他竟然还在叫嚣呢！什么？这个小网红在知道了我站台小动物之家之后，竟然没有退缩。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蔡天佑点下了连麦申请的按钮。好，潘红，你一个网红，竟敢跟明星斗，在蔡天佑粉丝的围剿下，你就乖乖退网吧。你是张晨光？几位大哥，你们这是国家动物保护局的，你是小动物之家的负责人张晨光是吧？是又怎么样？我们是私人组织，你能管得了我吗？我们动物保护局有权对国内所有的动保组织行使督察权。有人举报你们违规敛财、虐待动物，请跟我们走一趟吧。你就是潘红，你就是在小动物之家工作了几个月的那个明星。我没空跟你扯东扯西，你诬陷小动物之家，我绝不允许。识相点，赶紧退网算了。你说我污蔑，那你说说我怎么污蔑他了？你能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问题吗？什么问题？小动物之家为救一只猫募捐200万，钱花在哪了？蔡天佑面色一变，他没想到对方问得如此具体，他立刻给张晨光发消息，却如石沉大海。这个钱组织一定是用到其他地方去了，毕竟做过许多公益项目，都需要钱。还有几个月前，你们在高速公路上拦车堵路2个多小时，救下一车狗，是不是真的？没错，我们救了将近40多条狗，这是多大的功德！好一个大功德！那我可不可以问一句，这些狗你们救完之后是怎样安置的啊？怎么安置的？那当然是送到了宠物救助站，好好喂养啊！蔡天佑，你是一个公众人物，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对，都是真的。而且我近期在里面亲自工作了几个月，我对我说过的话负责。好，有担当。既然你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负责，那么请你看看这个。
经我局调查取证，证实网络动保组织小动物之家涉嫌非法敛财，数额高达100万，其以拯救猫咪为噱头，实际资金被吞没。其所救狗42条，其中30条接受卖给当地狗肉馆。什么？救了40多条狗，30只卖给了狗肉馆，这他妈是2道贩子吧？嘴上全是主义，背地里全是生意，恶心，太恶心了！蔡天佑的粉丝呢？出来呀！你们的哥哥塌房了！铺天盖地的质问涌来，蔡天佑看着屏幕，大脑一片空白。不是的，不是的，你们都误会我了，我跟小动物之家没有关系。那个张晨光，他只不过是想蹭我的流量而已，我是被冤枉的。蔡天佑，你也是个公众人物，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你忘了你刚刚是怎么说的了？我也是受害者，我也被那个张晨光给骗了。我刚刚说在里面工作了几个月，那是我编的，我就是想立个热心公益的人设而已。是真是假，与我何干？留着这些话跟公家说去吧，你好自为之。说完，潘虹毫不犹豫的直接断开了跟他的连麦。好了，兄弟们，不愉快的事情就让他过去。潘神永远第一神，整顿乱象还得看我潘子。解决了碍事的人，接下来我们聊聊正事。我做了一款咱们普通人都用得起也信得过的良心狗粮，我就不过多介绍了，大家自己看配料表。我去，这配料表可以啊，全是硬货，品质不错。主播快说价格吧，让我死心。兄弟们、家人们，这款狗粮这样的品质是厂价299，今天在我直播间为了回馈家人们，我卖10斤99。卧槽，99！潘子你疯了吧？比同星便宜了2/3，我没听错吧？上架，快上架，我要抢！潘子，你不能卖呀！哎呦，我老叔，你咋来了？我再不来，家底都要被你败光了。我听说你染上狗粮了，你做那玩意儿，那不是伤天害理吗？不是啊，老叔，你看我这良心狗粮。来了，熟悉的剧本，老叔演技不孬啊。好老套的剧本，但是为了99，我选择看下去。我去，这么好的狗粮，潘子，这怎么着也得卖200吧？什么？还有家人说太贵？好，那我就听家人们的，我再降10斤88上车。什么？竟然还有家人们说贵？那么好，我再说一个数，77上车。那么好，我说一个数77。卧槽，77，我没听错吧？疯了，潘子彻底疯了。平时卖299的狗粮，他卖77。不是潘子，你是真不过了啊！赔本买卖咱可不敢做啊！什么叫赔钱买卖？给我的家人们谋福利，这能叫赔钱买卖吗？这些哥哥姐姐们陪我一路到现在，也该我陪他们的时候了。这是我的直播间，我说了算。77上车。不行，我不允许你这么做。潘子，你老叔我在这个狗场干活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你以为狗场你说了算吗？作为狗场的元老，我不同意你这么卖。什么？我说了不算。我3代养狗，这狗场是从我老爹手里面继承过来的。这狗粮77，我卖定了。老叔，你还想拦着我？好，潘子，你这么说是吧？好，既然你不过了，那我也不过了。直播间的家人们，我说一个数，66，10斤上车。不是老叔，你咋还降价了呢？我卖77，只是想赔点钱，你是真想让我死啊？不行，我不同意。你不同意，家人们，10斤66。不仅如此，我还给你们送一袋50克的试吃装，不爱吃7天无理由退货。老叔够义气吧？我为老叔扛大旗，潘子算个毛啊！支持老叔正义夺权，马上取关潘子。好了，家人们，一袋10斤66，外加试吃装，第一次上架一共18000斤，现在上架。不是，啥情况啊？潘子你上架了吗？我网卡了，这局不算，潘子重新卖。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任务奖励2座中型狗粮加工厂。真是瞌睡了就来枕头啊，不用担心产量不够的问题了。解决完小动物之家的事情后，潘虹的粉丝量暴涨，在粉丝量到达990万之时，上升的势头这才堪堪止住。发布新任务，任务1，账号粉丝量到达1000万，奖励所有技能品质提升。任务2，驯服5条恶犬，奖励库里南1辆，宠物玩具制造厂1座。系统正式更新完善触碰查看狗子信息面板功能，所有技能品质提升，这奖励必须拿下。兄弟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连麦嘉宾大少爷乐乐闪亮登场。哈喽，主播，我是乐乐吗？我是你老粉儿。说吧，你家狗子啥问题？我看头像是纸比熊。是的，主播，它叫乐乐，是一只很可爱的小比熊。但是它这3年咬人，包括咬我，咬了10几次。3年咬人10几次，还咬主人，这你都还养着它？咋的？你上辈子欠它的啊？而且
他最近到了晚上就拆家刨门，一靠近笼子他就低吼要咬我。行了，别说了，让我看看狗。好的。美女举着手机靠近乐乐，没走2步，乐乐就开始发出威胁的低吼。行了，发来吧。好的，主播，我明天就给他发走。对了，主播，还有一个问题，我平常跟乐乐玩的挺开心的，但有时候玩着玩着，他就突然冲我叫，甚至扑上来要咬我。我想知道，他这是神经病吗？老妹儿啊，你知道少爷跟丫鬟吗？知道啊。你家狗子跟你就是少爷跟丫鬟的关系。卧槽，神比喻，一针见血。乐乐妈怎么不笑了？是天生不爱笑吗？以为自己是主人，结果在狗子眼里就是个丫鬟，这谁不破防啊？主播，我今晚就把它发走，发速度最快的，明天中午就给你送到。好，下一位。话音刚落，直播间里忽然同时弹出了4条连麦申请，那4个申请人的头像竟然清一色，全都是白色的小比熊。啥情况啊？我这是捅了比熊窝了。潘红全部同意连麦申请，一接通，4个主人便开始七嘴八舌、叽叽喳喳一顿乱说。好了，你们都别说了，我来问，你们就点头摇头就好了，懂了不？4人顿时点头。好，第一，你们的狗子是不是都有咬人的前科？第二，你们的狗子是不是也有护食、护笼子、情绪喜怒无常等问题？好，都给我发来吧！好家伙，一共5位少爷，我这不是捅了比熊窝，我是捅了少爷窝啊！直播结束，潘红的粉丝达到了1000万，完成了任务1，所有技能都获得了提升。偷听心声可以让狗子无形中明白自己的意思，这提升的好，狗子们也能明白我的表达了，能省不少的事儿。为了测试技能，潘红在喂了豆子新生产的狗粮后，然后给它使用了技能，治好了受伤的腿。腿能动了，我这是做梦啊！豆子，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这不是梦，我的腿真的好了。道哥，你的腿好了？我去，奇迹呀！豆哥，你的腿是咋好的？对呀，被主人抱去屋里的时候，不是还不能动吗？怎么现在腿就好了？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腿突然就好了。那你刚刚有没有做什么特殊的事情啊？确实有2个，一个是主人把我搂在怀里按摩，挺舒服的，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干嘛？我跟着主人好几年了，没发现他会按摩呀。那应该就是第2种了，我吃到了一款特别美味的狗粮。那应该就是这个狗粮的问题了。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么神奇的狗粮。这哪里是狗粮，这明明是灵药啊！不过那狗粮确实好吃，屋里还有1袋拆开的呢，要不然我们把它拿出来尝尝。好，我去拿。暴龙说完就跑进了房间，刚进房间就闻到了香味，好香啊！我亲自来拿的，多吃1口很合理吧？香，有1整袋呢，我再多吃1口，应该看不出来吧？豆哥，那袋狗粮放得很隐蔽吗？没啊，就被主人随手放在地上的。那款狗粮真的很好吃吗？美味至极。那完了，快别让他小子吃完了。第2天，老叔在准备狗子们的早饭。什么东西好香啊！老叔做啥好吃的呢？这么香，给我盛1碗。主人要吃我们的狗饭。主人不会要跟我们抢饭吃吧？不要啊，主人，下次爸爸给你吃煎，这次就先让我们吃吧。给。老叔，我不是给你放假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昨天的狗粮卖的实在太好了，挣了这么多的钱，出去休假的话，我心里有点不安。哦，怎么不安？哈哈，那么轻易就赚到了这么多钱，我总感觉咱是不是违法了？有点良心不安。老叔，这个就叫做风口，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更何况你我呢？天上好啊，天上都是小钱钱。老叔，你现在可以开直播，给网友们看看咱的增骨撞击狗粮，狗子有多爱吃。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还是潘子你的脑袋瓜子灵光哈！我这就开播。老叔准备开直播，潘红也来到了办公室，准备接收系统奖励的2家狗粮厂。系统奖励了2家狗粮加工厂，只是不直接给到潘红手上，而是要他自己签合同。徐老板，这是咱们之前商量拟定的合同，既然之前都商量好了，那咱们今天直接就签了吧。潘红将合同推给徐寿辉，然而徐寿辉却没有接。潘红瞳孔一缩，知道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徐老板，这么多天过去了，难道徐老板还没有看清合同的内容啊？那当然不是，合同内容我早就看过，我也都同意。但是吧，我这狗粮加工厂是和朋友合伙开办的，本来说的是由我全权处理，但他看了合同之后却不同意，这我也没有办法。好，那徐老板就请回吧。哎，我不是哥们，我再给你讨价还价啊！你哪怕让我报个价，哪有你这么直接赶人的？怎么了，徐老板？不是说合伙人不让你卖吗？那你还有什么事情吗？潘总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虽然我那个合伙人不太满意这个合同，但是我还是很想跟潘总合作的。就是我那合伙人做了一个市场调查，或许我们也能跟潘总您一样，把狗粮卖去大城市中呢。那好啊，你们继续干吧，等干破产了，我还能以更低的价格收购呢。
老狐狸，你哪有什么合伙人？刚刚说的不都是你自己的想法吗？潘总，其实我们还是想将加工厂卖给你，但是我那合伙人嫌我卖的价钱太低了，至少得再加40万，他才肯点头呢。潘总，您6秒卖光库存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现在肯定急需扩大生产吧？徐老板，我确实急需扩大产能，但是我也调查过你，你现在也急需资金投资化工厂吧？若是晚了，你还有机会吗？那我出去跟我合伙人打个电话，尽量说服他同意。说完，徐老板就向门外走去。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张主任，您怎么来了？潘老板，你最近的工作做得不错嘛，我来给你送锦旗来了。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嘛，主任。不会吧，他俩不会是好哥们吧？若是得罪了张主任，那我这化工厂的事情……潘老板，你现在这是在干嘛呢？哦，我那不是狗粮卖的挺不错嘛，就想着扩大一下生产，这不是跟徐老板商量着嘛，要盘下他的2个中型狗粮加工厂。对，扩大生产，这是目前的重中之重。到时候文件的审批你直接找我，我给你特事特办。我和黄书记都很看好你。对了，那收购的事情谈得怎么样了？妥了，都谈妥了。其实昨天就谈妥了，今天不过是来签一个合同而已。什么？徐老板，你不是说你的合伙人嫌我出的价格太低，不愿意卖吗？没有，我那个合伙人就是个脑残。潘总，您别跟那种小人一般见识。好啊，徐老板，那咱们现在就签吧。现在签，马上签，别耽误了潘总和张主任的正事儿。徐寿辉很快签好合同离开。张主任又和潘红聊了一会，让他继续扩大规模，盘下县里所有经营不下去的狗粮厂。送走了张主任，潘红打开了直播，开始盘一盘高加索二妞。肉墩子，昨天就是他咬的你，今天我就给你报仇，我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盘这二妞的。不，主人，算了，都不容易，我不盘二妞了，让我离他远点就行了。什么？你说你要近距离看我盘二妞，说那样才解气。小黑，把肉墩子抱到二妞那边去。小黑闻言，立马抱着肉墩子朝二妞靠近。观察到有人靠近，二妞当即站起。肉墩子见此情景，直接浑身肌肉紧绷，当场晕了过去。哎呀，肉墩子，你这是咋的了？黑子，给我上，干他！哥，你不是说我啥都不用干，给你打下手就好了吗？哥们，你是人，他是狗，你说是应该人怕狗，还是狗怕人？应该狗怕人。如果你怕他，那到底他是狗，还是你是狗？当然我是狗啊！呸，他才是狗。那还说啥了？给我上！小黑直接汪汪乱叫着冲了上去，结果一靠近二妞，二妞直接进入战斗状态，露出尖牙。汤哥，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走狗。好家伙，你哥这训小黑呢？小黑不行啊，还是跟肉墩子一株去吧。潘子，只有你盘得了二妞啊！大家看到了哈，二妞由于体型较大，没有什么人和狗能治得了她，所以就导致了她非常的自信。所以第一步，我要打击她的自信心；第二步，再告诉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首先，第一步，打击自信。小黑去取一盆增骨撞击，再把暴龙叫过来。很快，小黑就将狗粮和暴龙牵过来。潘红将狗粮拿走，径直走向了二妞。你这个人类，昨天大意了，被你偷袭成功，今天你再敢靠近我，我肯定把你撕碎。看来哄睡肉墩子真给你自信了。潘红也没说什么，只是将狗粮丢给二妞。好香啊，算你识相，还知道拿吃的讨好我。乖乖暴龙，想不想吃啊？想吃。但是只有强者才配吃狗粮，我看二妞就很强。我才是强者，我要吃狗粮。那好，替我狠狠教训他。暴龙听到后，整只狗直接朝着二妞扑去。二妞自然也注意到了暴龙，也直接扑了上去。只是暴龙不按套路出牌，直接低头吃起了狗粮。二妞直接扑了个空。你欺狗太甚！二妞再一次扑了上去，却见暴龙身子来回一扭，直接将二妞扇到了一边。这时狗粮也炫完了，暴龙看都不看二妞一眼，直接就走了。哈哈，暴龙牛逼啊！还得是西班牙獒犬，大型犬里的王者。这里是什么鬼地方？我要回家！呜呜呜！兄弟们，盘二妞计划第一步已经初步成功，现在二妞的自信心基本上已经崩塌了。咱们让他缓一缓，明天再让帅哥和六六盘他一顿。那5位比熊少爷马上就来了，今天中午4大少爷会来，5少爷因为路途遥远要再等1天，所以今天中午还有一场直播，我看看那4只少爷到底是怎么个事儿。潘红为了方便运输，将4只比熊装在了一个笼子里。你们4个知道为什么被自家主人送到这里吗？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把我关到这里？快放我出去！我要回家。对，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出去后咬死你！为什么把我跟他们仨关一块？我要独立的笼子！你是什么人？凭什么在这里发号施令？哟呵，我这人啊就喜欢刺头。潘红直接伸手将2少爷给揪了出来，2少爷一口咬在了潘红手上，结果自己被崩掉了半颗牙。我靠，这尼玛什么鬼？这还是人吗？这好恐怖！我要回家，我要找妈妈。
既然这4个都是少爷，那不如把他们4个养在一起，同吃同住，让他们4个互相折磨。你是因为随意咬人，所以被主人送到这里来的。这里是训犬学校，帮助你们改掉坏习惯的地方。我是你们的教官，以后你们可以叫我潘教官，听明白了吗？那你什么时候放我离开？等你的一身坏毛病都改好了，我才能放你离开。你们3个也听懂了吗？潘红看向另外3个少爷，4狗顿时点头如捣蒜。以后你们4个要同吃同住，听从狗场的指挥。狗场里有很多规矩，等到了地方我再教你们。好了，现在出发去狗场看看你们的新家，再给你们排个号。你是少爷1号，你是少爷2号。把规矩大概讲一遍，潘红一踩油门，朝着狗场而去。你们也都是因为护食咬人被送进来的？什么话？我可是一只乖狗狗，怎么可能有这些坏毛病？主人让我不开心了，我才会咬它。谁跟你一样暴躁？你说什么呢？信不信我咬你啊？大少爷，您消消气，别跟着鲁莽小子一般见识。您可是高贵的王子，连潘红那么凶狠的人都将您排到了第1号，说明您是实至名归啊！浑身脏兮兮的，本少爷才不跟这种狗子一般见识。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我说你这种狗连给我舔毛都不配。行了，你们不要再打了。没听潘红说吗？只有改掉了坏毛病，成为一只乖狗，才会被放回家。你们如果不想回家，那就打吧。那你说咋办？那还不简单，等一会到了狗场，我们装成乖狗不就好了吗？他看我们都很乖巧，那不就放我们回家了吗？这里太脏了，空气还不好，我1秒都不想在这里待。第2天，二妞在院子里发呆，几只小狗在偷吃二妞的狗粮。二妞猛地扑过来，想要一口咬死它们，却被路过的帅哥一下子撞到一边。是谁给你的勇气偷袭我的？难道你是暴龙的小弟？刚刚那几只偷吃你狗粮的小狗，过后我会教训他们的。但狗场不允许打架，你刚刚难道想直接咬死他们吗？什么狗场不允许打架？说的你好像是狗场的狗老大一样。他们偷吃我的狗粮就该死，而你竟然敢偷袭我，我看你也是不想活了。不对，刚刚是我大意了，一定是这样。再来。两狗打架的时候，老叔就在不远处直播，看到情况不对后，马上大声喊潘红。潘子，你快出来啊！二妞和帅哥他俩干起来了，我拉都拉不开。潘红听到声音后，马上跑了过来。怎么个事儿？他俩怎么干起来的？帅哥没事儿吧？潘红看向两狗，看到帅哥此时正咬着二妞的后脖梗不松口。潘子，帅哥确实是没事儿，但二妞就不太好了，咱是不是也应该救一下？不着急，帅哥不会下死口的，得让二妞知道，在我的狗场，他并不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他以后才能够更加老实一点。我不狂了，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狂了，你快松开我吧！我承认我打不过你，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敢狂了。帅哥，差不多够了。听到潘红发话，帅哥这才松开自己的牙齿。潘红走到二妞身边，蹲下身子为她查看了一下伤势。都是一些皮外伤，怎么样啊，二妞？以后在狗场还狂不狂了？这处狗场就是你最后的归宿。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狗场的规矩吧。给二妞普及完狗场的规则，潘红这才起身走到了直播间面前。潘子，你嘟嘟囔囔的跟二妞说啥呢？潘子，你不会真的可以跟狗交流吧？兄弟们，第一步我们磨灭了二妞身上的戾气，下一步就是要纠正她咬人的恶习。方法就是不断的试探，如果她表现出咬人的倾向，那么就要给她压力。说完，潘红就离开了直播镜头，来到了4位少爷的狗笼子旁边。你们4位现在听好了，接下来就让你们4个看看平常我是怎么训狗的。说完，潘红就将笼子推到靠近二妞的地方。我的天哪，这也是狗吗？它怎么长得这么大？我听说有一种猛兽叫做狮子，这应该就是狮子了吧？刚刚听潘教官说，他要让我们观看训狗，难道就是训这只巨无霸吗？不会吧，这个狗真的有办法训吗？潘教官真的能把这狗给训好？我不信，你个怂货怕什么？潘教官只是让我们在边上看，又没有让你上去训，他又咬不到你，你有什么好怕的？说的没错，而且你们没有发现吗？这只大狗的脖子上还套着锁链呢，就算是它想咬我们，也根本咬不到。对啊，三少爷，我们只是来围观的，别自己吓自己了。谁害怕了？其实我根本就一点儿也不带怕的。兄弟们，二妞休息的也差不多了，下面马上开始训二妞了。我们先来第一轮试探，看看二妞还会不会见东西就咬。说完就将笼子轻轻地向着二妞的方向推动，速度很慢，以至于4位少爷都没有发现。哥几个，我怎么感觉这大狗的体型越来越大了？我好像也有这种感觉。哥几个，好像不是这大狗越来越大，而是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我们没有死，太好了！吓死我了！我发誓以后做事情一定三思而后行，再也不脾气暴躁了。我也是。如果我再在背后搞小破坏，就让我天打五雷轰！我的天哪！只要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滚地坑，我都愿意。这时潘红的脑海中响起了4声清脆的叮响，4位少爷的改造进度竟然都完成了。没想到这么轻松就完成了，看来这4位少爷的坏脾气、坏毛病，全部都是在家中被主人惯出来。这时潘红拍了拍帅哥的后背，帅哥嗖的窜了上去，直接一口紧紧咬住了二妞。二妞再次匍匐在了帅哥的面前，丝毫不敢动弹。这时潘红拿来一碗肉干，二妞正在大口吃着时，潘红突然开始拿碗，二妞直接张开血盆大口，朝着潘红的胳膊狠狠咬了过去。潘红早有防备，一个闪身躲过了二妞的攻击。哎呦我去，二妞，我好心为你，你这是干啥呢？兄弟们，这狗不好整啊！你看围着还是护食，那没办法了，只能再让帅哥给他一点压力了。你为什么老想咬人啊？难道安安静静的不好吗？为什么我想要咬人？我也不知道。难道你不咬人，你之前的主人就不给你饭吃吗？不咬人就不给饭吃，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咬人是因为，如果我不咬人，主人就不给我饭吃。还真是这样，但这也太离谱了吧？哪有不咬人还会受到主人的惩罚的？没事了，现在在这里，你不用咬人也能有饭吃了。兄弟们，咱们接着测试。二妞，希望你别让我失望。潘红就直接上前推着4位少爷接近二妞。不是潘教官，怎么还来？我们不是来围观学习怎么训狗的吗？这咋又把我们给训上了？不要啊，潘教官，我害怕。随着4位少爷逐渐靠近二妞，二妞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们，呲牙的习惯再次出现，但这次暴躁的情绪却很快将他抚平。咬他们？我为什么要咬他们？咬了他们，我会获得一顿毒打，反而是不咬，我才能获得奖励和食物。所以我之前为什么要咬他们呢？坏了，为什么他忽然笑？难道他已经知道怎么打开这笼子了吗？潘教官，你快来啊！我们好像要死了！完了，他心里不会再想今晚我们是被清蒸还是红烧吧？4位少爷直接被吓得不轻，然而二妞并没有攻击他们的动作。恭喜宿主完成驯服恶犬的任务，奖励宠物玩具加工厂1座。好了，兄弟们，我们训二妞计划的第2步也圆满完成。那么二妞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你们4个刚刚都看清楚怎么训狗的了吧？听闻此言，4位少爷如同小鸡啄米般点了点头。很好，下午5少爷就要到来，到时候他就交给你们了。下午，潘红将来到狗场的5少爷也扔进了笼子。5少爷一上来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小弟。你们4个给我听好了，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小弟了。以后吃饭，我吃完你们之后才能吃。如果我说渴了，你们就要把水盆端给我。你们都听明白了吗？那个谁，以后你就是狗老二，可以第2个吃饭。如果他们3个不听我的话，我允许你可以狠狠地揍他们。就这样定了。你算老几呀？也敢命令我们？2少爷话音刚落，5少爷就朝着他窜了过来，随即展开疯狂的攻击。我靠，这灵真起手啊！比2少爷脾气还暴躁。不说了，兄弟们，我们上，干他！5只狗打了整整10几分钟，5少爷已经满身都是伤痕，但他依然向外呲着牙，显然没有被打服。坏了，这不会真是个疯狗吧？应该不会，不然潘红也不会让我们训，只不过是比较难搞而已。不过大家不用担心，现在他确实很狂，但一会儿饿肚子了，看他还能不能狂得起来，会不会服软。说的没错，他毛病给不好，我们就不让他吃饭，看他怎么办。可是吃饭的时间只有5分钟，这个5少爷疯起来，没有个10几20分钟消停不下来啊！这样的话，我们不是也没时间吃饭了吗？那我们可以这样，用车轮战，我们4个一人抽出1分钟的时间去跟5少爷干架，这样不仅能保证5少爷吃不上饭，还可以保证我们4个都能把饭吃完。怎么样啊，5少爷，你根本就打不过我们，你的那些所谓的规矩根本就没有够遵守，只有按照我们的规矩办事，你才能顺利的回家。如果你不服从我们4个的管理，那今晚你就别想吃饭。快说，服不服？不可能，都得死，你们都得死。过了一会儿，5少爷肚子忽然咕噜叫了一声，随后走向了狗盆，结果里面根本就没有粮食。怎么着？对了，告诉你一下这里的规矩吧，这里的狗粮是定时定点定量喂，而且吃饭的时候必须排队有序。如果在吃狗粮的时候引发争斗，那么5分钟之后狗粮就会被端走。所以想要吃饭，一定要遵守规则，懂了吗？你在这说什么屁话呢？什么定时定点定量喂？我现在饿了，我就要吃饭，能有什么问题？这时帅哥走了过来，你们4个给我听好了，训5少爷的任务，主人可是交给你们4个了。如果你们训不好他，就别想回家。
如果看着他在狗场作乱还不加阻拦的话，那你们不仅没法回家，晚饭也别想吃了。帅哥，你放心吧，俺们4个绝不会让他在狗场作乱的。你就是这里的管理者是吧？狗盆里都没狗粮了，你没看到吗？你瞎吗？帅哥，你千万别生气，俺们这就揍他一顿，给你消消气。兄弟免上。4位少爷害怕晚上吃不了饭，纷纷向帅哥献殷勤，狠狠地揍5少爷。见状，帅哥这才满意的离开。哼，等着吧，我要跟你们同归于尽，不让我吃饭，那你们也别想好好吃。5少爷想要搞破坏，直接消停了好几个小时，连笼子里的其他4位少爷都有些纳闷了。你们说5少爷有没有可能，其实现在已经改好了呢？我觉得未必，这方面我有发言权。这5少爷的脾气比我暴躁的很，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不会被打2次就屈服的，但是被饿2顿那就不一定了。2少爷说的没错，而且5少爷就算是现在老实了，那么等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肯定还会发疯。不用等到晚上，他吃饭的时候肯定会搞事。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是憋着坏的。你确定？放心吧，在这个方面，我的眼睛就是直。没多久，潘红来到了5位少爷的笼子前，给了他们1碗狗粮。吃吧，5分钟不吃，我可就要端走了。潘红刚退后了几步，5少爷直接冲了上去，挡住了其他的狗。5少爷，你又要干嘛？还没有挨够揍是吧？我说过，吃饭的时候要我先吃，吃完之后剩下的你们才能吃。哎呦我去，你以为你是老几啊？你个手下败将，来我们兄弟4个这儿找画面来了。你真想再被揍一顿是吧？我确实打不过你们4个，但是你们不听我的命令，不让我先吃，那就都别吃了。还真是这样，兄弟们，按计划行事。你们什么意思？要不我先？还是我先吧，我早就想再揍这小玩意儿一顿了。好吧，那你先，我们先去吃饭了。1分钟后我接梗，然后是4少爷，最后是3少爷。5少爷，你恐怕算漏了一点，你只有1个，但我们有4个。如果我们轮流揍你，其余轮流吃饭，你又该如何应对呢？一会后，4个少爷都吃饱了，只有5少爷还饿着肚子。怎么样，5少爷，你服不服啊？就你这点小伎俩，还想跟我们4个斗？做梦吧你！现在屈服还能有你一口吃的？5分钟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哦，谁吃你这什么破饭？5少爷，你给我听好了，今晚就先饿你1个晚上，到了明天早上，如果你还这么猖狂，那就继续饿着吧。第2天一早，潘红刚将狗盆放下，5少爷就冲了上去。你们都给我滚！这次的狗粮是我的，它只属于我，你们谁都不能抢。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如果你又想独占所有的狗粮，那么好，我们只能一口也不让你吃了。5少爷本来就干不过4位少爷，现在又是腹中极其饥饿，5少爷顿时绷不住情绪。没见过你们这么欺负狗的，竟然连口饭都不让我吃！我要回家，我要吃饱饭，你们快放我出去！我们没有不让你吃饭，反而是你不想让我们好好吃饭。 5少爷，你之前在自己家中的时候，肯定是想吃饭就吃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是的，那你猜猜看，为什么你被从家中送到了这里呢？5少爷隐隐可以猜出答案，但却说不出来，于是只能摇了摇头。那你想一下，为什么在家中你可以饭来张口，但在这里却不行呢？是因为我的主人。5少爷，你终于开窍了。虽然之前的你在家中无法无天，以为自己是那里的老大，但实际上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主人给你提供的。此言一出，5少爷呆立在了当场。5少爷终于是点了点头，答应了改过自新，老老实实的排队吃饭。兄弟们，5少爷基本已经被训好了，再观察2天就可以回去了。下播之后，张主任又来到了狗场。张主任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听说你最近又盘下来一个宠物玩具加工厂啊？你小子动作挺快的嘛，这么快就把狗粮产业给抛之脑后了？哪儿有，狗粮产业自然是现在眼下的重中之重。不过在做狗粮之余，其他的跟宠物相关的行业倒也可以稍微试一试，毕竟资金还是很充足的。狗粮产业的发展也已经都规划好了。很好，你的思维没有被局限在狗粮行业上，这一点非常好。你的大型狗粮加工厂的建造已经开始了吧？是的，已经开始了。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好，如今大型狗粮加工厂正处在打地基的阶段，加工厂已初见雏形。现在主要是解决工人的问题了。没错，大量的年轻人都去了南方讨生活，我们这边的工人确实挺稀缺的。按照现在的招工速度，感觉离你规划的加工厂建成时间要晚上一些。潘红沉吟了一番，随后忽然想起了什么。那我们可以去南方招工啊。南方除了本地人之外，谁会来我们这儿打工？而且南方这么大，我们这的人在那边又十分的分散，你怎么精准的找到他们吗？很简单，虽然他们都分散在南方各地，但他们的家人都留在这里，所以我们只需要把招工的消息传递给他们的家人就行了。听闻此言，张主任也是眼前一亮，
忍不住对潘红竖起了大拇指。两人又商议了一些细节，很快招工难题迎刃而解，工厂如期建成。潘红不仅事业有成，更带动了家乡繁荣，赢得全县赞誉。